绝美女知青答应嫁给我，结婚5年我却没有碰过她，只因她说会对小蝌蚪过敏，因此我每晚只是陪她一起学习。然而今年高考制度刚恢复，还是黄花闺女的她就要跟我离婚，我才明白，从一开始她就瞧不起乡下人，和我结婚只不过是看我老实。此时妻子林楚乔脸上正一脸傲慢，这本来就是一场交易，等你在燕京稳定下来，我们就离婚。林楚乔觉得我会哀求她不要离开，已经做好了再次拒绝的准备。然而我却说谢谢她放手，只因我刚刚重生回来了，前世我成了著名的医学博士，现在对这个当初喜欢的女人毫无感觉。说完我直接转身进入考场，林楚乔傻站着，人有点懵。他察觉到我方才说话的时候，从始至终都没有看他一眼。等他回过神时，我已然从他视线里消失了。随着一声开考铃声打响，高考的第一场考试拉开序幕。当我展开了语文试卷之后，差点笑出猪叫声。这试卷和记忆中的一模一样，我仅仅花了40分钟就做完整张试卷之后，便开始趴在桌上睡觉。80年代可是黄金时代啊！凭借着自己的医术和前世的记忆，我必须大有一番作为。这时穿着中山装的监考老师走了过来，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要珍惜你这个年纪的机遇，这个时候你怎么睡得着的？我仍旧趴在桌上闭眼睡着，手指不经意地推了推试卷。监考老师目光扫过我的试卷，顿时没声了，心里赞叹这小子莫非是个人才。这样的猜想很快在第2场考试得到了验证。数学考试现场，他见我又在睡觉，监考老师王学良过来瞅了瞅试卷，脸上一副惊讶的神情。他深深记住了我这个名字。第3天的地理考试结束后，作为第5次第一个走出考场的考生，不光监考老师对我感到赞叹，也收获了同场考生的嫉妒。我也不想的，可这实在太简单了。同时这样的高调也引起了林楚乔的注意，他在校门口拦住了我。我高考前跟你说要离婚，那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我不希望你自暴自弃，而是希望你能得到力量，好好发挥。闻言我只是耸了耸肩。所以你认为我每次第一个出考场，实际上是交了白卷？不然呢？幸好我没有把自己交给你。去了燕京，我们就抓紧时间离婚。我对你很失望。说完，林楚乔抬起头，云淡风轻的一笑，转身离去。这时远处吉普车旁边站着的青年招了招手，正是大舅哥林卫民。似乎是发现了林楚乔与我的谈话并不融洽，便快步走到我面前。向南，一起吃个午饭吧，正好我爸让我带些话给你。面对林卫民冷淡的邀请，我只是不动声色的点点头。上车后，林卫民用余光扫了一眼我，接着又看向妹妹林楚乔。看到我们两人一直沉默，他敏锐地察觉出车内迥异的气氛。不一会，3人到了国营饭店门口，此刻店里已经坐了几桌。林卫民找了个熟悉的位置坐下，接着从包里掏出一瓶牛栏山放在桌上。小乔，选点你爱吃的。林楚乔没有兴致地摇摇头。哥，你随便点吧。见状，林卫民又转头看向我。过来，他不点你点。卫民哥，我都行的。这时林卫民察觉到了我的态度有所变化，以前我可是一口一个大舅哥的叫，如今称呼都变了。你们不点，我来点。林卫民笑着起身自己去点菜，故意给2人留下交谈空间。然而等到林卫民点完菜回来，看到2人依旧沉默坐着，感觉非常诧异。没必要啊，向南，咱做不成亲家以后还是亲戚哦。我笑了笑，抬眼回道：卫民哥说笑了，难道亲戚都做不成了？闻言，林卫民一愣，瞧见妹妹望向自己的眼神，带着不满又语气故作轻松的圆场。向南，你卫民哥永远是你大舅哥。来，哥，给你倒酒。我忙站起捂住杯子。卫民哥，开车不喝酒啊？说完我才一愣，现在的年代好像没有这个规定。向南说的是，不过下午咱不开车，本来就是借的县政府的车。你和小乔的行李我已经从李家屯全拿来了，我们下午就要直接回燕京。一听这话，我很是诧异，这个大舅哥行事可真是雷厉风行，而且林家的能量是真的大，这么快就把手续给办齐了。我这才笑了笑，松开酒杯上盖着的手。林卫民很快拉着我2-3两酒下肚。席间，林楚乔几乎对2人插科打诨不搭话，吃到一半还借机离开上厕所。林卫民这时才放下酒杯，说句真心话，小乔这几年在李家屯插队，非常感谢你们李家的照顾。不过林家希望他能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中，等你进了燕京后，林家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林卫民这话说的情真意切，但我心里一清二楚，如果不是自己和林楚乔有这份关系存在，对方根本不会拿正眼瞧自己。卫民哥，我和楚乔以后还是朋友，这事情着急的话，下午正好有空，可以直接去民政局把婚先离了。闻言，林卫民诧异万分，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个年轻人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事儿并不着急，还是等你在燕京工作稳定下来，你们再把离婚这事儿悄悄办了。此时走廊的转角处，林楚乔把对话听得一清二楚，他冷艳的脸上顿时表情僵滞。难道他就这么等，不急要跟我离婚吗？林卫民接着又跟我交代了一些事项。期间，林楚乔安静地回到座位上，他心里着实不是滋味，就像是一直陪伴在身边的心爱布娃娃，忽然之间被送了人的失落感。我并没有理会2人内心的想法，在学校啃了3天的馒头，好不容易能改善下伙食，现在眼里全是国营饭店上桌的鱼肉，一顿饭吃了1个多小时。林卫民抓紧时间将进燕京的事项都聊完了，主要为了消除我对林家的怨气和偏见。直到林卫民确定我没有任何不满，才安心的上了火车。火车的一间卧铺车厢里，林卫民见妹妹的情绪一直不高，关心的问道：这几天你把离婚的事儿跟向南说过之后，他有没有什么过激行为？没有，一点都没有，就是疏离和冷漠。闻言，林卫民挠挠头坐回下铺。那就奇怪了，说实话，我感觉他对吃的比对你都有兴趣。林楚乔忽然笑了下，整得林卫民也是哭笑不得。你还能笑得出来？这小子哪根筋搭错了？
就在兄妹俩交谈之时，我在另外一间卧铺车厢已经炫完了一只黄桃罐头，绿色环保没有添加剂的食品，吃着就是又香又放心。接着我枕着脑袋躺下，回忆着中午林卫民的交代。因为自己老爹是游方郎中，林家将我安排到了红山口技修总厂的厂医院，入职就是2级医生的工资水平，这样的待遇是很多人都眼热的。而且最主要的是，户口问题也解决了，这就意味着我马上也是燕京人士了。自己是医学博士重生回来，从业20多年，就光给人看病这一块，那还不是手拿把掐，对中医也是有很深的涉猎。我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迷迷糊糊之间，腿好像被人掐了一下，醒醒，向南，咱到了。睁开眼睛就看到林卫民正焦急地看着自己，于是我揉了揉眼睛，匆忙地和他们兄妹挤出车厢。刚下车，3人就被林家人给围住了。我站在了人群的边缘，林楚乔被几个貌似亲戚的人簇拥住哭泣，林卫民也是笑着束手站着。等到众人寒暄了一阵，这才拉着我介绍给众人。大哥林卫国礼貌地上前握了下手：“是小李啊，我是你大哥，走，家父可交代了要给你接风洗尘的。”我却摇了摇头，微微一笑：“大哥好。”大哥替我向伯父问好，我还有事就先走一步了。说完也不等众人反应，我提着行李转身便离开。林卫国对我的态度感到震惊，随之递给林卫民一个眼神，后者心领神会，赶紧快步追了上来。于是二哥林卫民开车带着我前往机修厂报道。到了厂门口，让我意外的是，副厂长邢春来竟然亲自来迎接。林卫民一脸歉意，与之握了握手。这么晚了，还亲自等在门口接应，劳下了。嗨，说这话见外了。邢厂长毫不在意地摆了摆手，接着看向我笑问道：“这位就是李向南吗？果然是一表人才。”邢厂长好，初来乍到，往后请多多指教。有任何做的不到位的，请您一定劳烦指正。我谦虚地上前与邢春来握手，随后邢春来将2人迎进厂区。路途中，邢春来特意快上了半步，与林卫民攀谈了起来。我心领神会地落后了2步，让出了他们交谈的空间，同时打量着自己将来大展拳脚的厂区。夜里9点，空无一人的厂区里静悄悄的。邢春来忽然停下身子，略带歉意地指了指不远处：“小李啊，现在厂区宿舍全都满了，你的住处厂里会尽快的安排，得先委屈你了。”林卫民悄悄地朝我挤了的眼色，我立马琢磨出了味道：“邢厂长您多虑了，我农村出身的，只要有个地方睡觉就行，先紧着厂里的安排。”邢春来一听这话，欣慰地笑了。这时林卫民看了看表，有些焦急：“邢叔叔，我还得尽快赶回家吃饭，我再跟向南嘱托2句。”说完，他将我拉到一旁，从兜里掏出20斤的粮票，以及一些细碎票据，以及50元钱一并塞进我的手里。这些票和钱你拿着，房子的事情我会尽快的给你张罗安排。今晚的饭你没吃，老爷子那边最近肯定会安排见你一面，到时候你可别推脱了。记住了，你在燕京人生地不熟，我们林家就是你的后盾。说完，他拍了拍我的肩头，笑了笑，接着又过去跟邢春来握了握手：“邢叔，劳烦您多照顾一下小李了，我走了。”赶紧去吧。邢春来目送他离去，我握着票据和钱，着实有些感动。这时邢春来饶有深意地瞧着我：“小李，林家对你这个女婿挺不错的。”我笑了笑，并未深说，跟着邢春来来到一处2间平房。今晚你可得收拾一下，这是医院的医疗备用品仓库，将就一下。说完，将钥匙塞给我。我将房间的灯打开，一股腐朽陈旧的气息扑面而来。只有20平米的小房间映入眼帘，屋里头床也没有，只是摆着7、8条板凳和一张桌子，厚厚的一层灰，看得出很久没有使用过。你先收拾着，我给你打瓶开水去。说着，邢春来从旁拿来笤帚递给我。没事的，邢叔，您告诉我在哪儿打水，我自己去就行。邢春来拿起水壶人就走了，我也开始打扫起房间的卫生。没有床，只能把唯一的柜子反过来铺在地上，充当床铺。邢春来提着开水瓶进门的时候，有些诧异：“哟，你小子还挺聪明，去食堂给你弄了3个馒头，你先垫着点儿。”谢了，邢叔。邢春来左右看了看，交代了一些事情便离开了。我将他送走，这才拾了条板凳坐下，给自己倒了杯开水，一边啃着馒头，一边打量着这犄角旮旯的里里外外。20平方的房间，就是近期的大本营了。此刻我心中充满了斗志。燕京，我来了。另一边，林家众人都是翘首以盼的样子，在期待着林楚乔的回归。林母王秀琴笑了笑：“你们几个都上去吧，我一个人在这等着就行。”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见旁边一个古灵精怪的丫头跳了起来，喊道：“来了来了，他们回来了！”话音刚落，一辆吉普车刹停在院门口，大哥林卫国快速地跳下了车。妈，小乔回来了。接着林楚乔也缓缓下了车。此刻林母王秀琴激动地迎了出来，拉住了林楚乔的手：“女儿，你受苦了。”林楚乔点点头，轻轻揽过母亲的肩头，将脑袋靠了上去，呜咽了起来。旁边其他众人也是为全家相聚而感到开心。一道刹车声再次响起，林卫民的身影很快从车上跳了下来。瞧见院门口这一幕，故作轻松地笑了笑，上前揽住了自己妻子萧琴的肩头。历经5年艰苦岁月，林家终于团圆了。妈，我爸呢？林楚乔发现没有见到父亲的身影，林母王秀琴擦了擦泪，微微一笑：“你父亲到底是要面子，在屋里等着呢。走，咱吃饭去。”林楚乔抬起头看向客厅的窗帘，只见一个身影快速闪过，他莞尔一笑，跟随母亲上了台阶。众人似乎对姑爷怎么没来都心照不宣，反而心里觉得庆幸。进门后，林父林建州早已坐在了餐桌正位，一副长辈的威严做派，不苟言笑地看向林楚乔：“
爸。林楚乔乖乖的打了声招呼，没再多说。随着众人落座，大厅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席间，林楚乔看着这些熟悉的面孔，高声诉说着过往。他总感觉距离自己好像很是遥远，仿佛是上一辈子的事情。他脑海里第一个蹦出来的念头，竟然是李向南今晚会吃什么，会不会还饿着肚子？随即回忆起在李家屯李家晚饭时，李母悄摸摸从桌下塞给自己一颗包好鸡蛋的场景，让他浑身一震。他看向了长桌的另一头的虚位，心忽然一疼。如果顺利的话，李向南应该坐在那里的吧？魏民，你跟我来一下书房。忽然，林父威严的话打破了他的沉思。林楚乔蓦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饭局早已接近了尾声。面对众人复杂的神色，几乎压得他无法呼吸。我去下卫生间。林楚乔逃了。林卫民叹了口气，示意众人稍安勿躁，转身进了书房。爸，您找我。林卫民跟着进入书房，关上门。林建州捧起茶杯，眼神中透着无法言说的难过。说说看，怎么回事？你妹妹今晚的状态可是差劲到极点。爸，小乔才回来，大概是不习惯吧。林卫民故作轻松的笑了笑。行了行了，别说官话了，我那一套你倒是学会了。林卫民看着父亲那双洞察一切的眼睛，点点头，叹了口气。李向南的事儿不是解决了吗？难道我让你去接他们回来，你这事儿办差了？那可没有，爸。林卫民脸上一苦，忙解释道：“我觉得是恰恰相反，李向南非但没有纠缠小乔，相反还表现得很大度量。”怎么说？你小子别卖关子。爸，我这2天能看出来李向南的不同。之前他哪次不是对小乔热情又殷勤？可这一次，我发现李向南似乎突然对小乔没有了兴趣。闻言，林建州皱了皱眉，是不是对我们林家的安排他有怨气，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发泄不满？爸，还真不是，他很感激我们林家给他一个来到燕京的机会，说我们林家不欠他的。既然没有感情，离婚是最好的解决方案，这样的结果对双方都好。我反复确认过，他心里真是一点怨气都没有。听到儿子的讲述，林建州很是诧异，看来问题出在小乔自己身上，你去把他叫来。林卫民顿时心里一紧，爸，您可别给他压力，我心里有数。2分钟之后，林楚乔乖乖的进门，站在了门边。看到女儿这副紧张的样子，林建州心里一疼。小乔，是爸爸对不起你，当初让你跟李向南假结婚就是我的主意，现在让你跟他离婚也是我的主意。但你要知道，爸爸都是为了你好，才迫不得已做出的决定。爸，这些我都知道的。这段时间你就好好休息一阵，你和李向南离婚的事情不用担心，这事情我跟你妈来操作就行。我知道了。林楚乔点点头，视线却暗淡了下去。入夜，他躺在久违的闺房里，却始终无法安然入睡。脑海里闪过起住在李家时的画面。每当夜晚降临时，李向南总是会哼着安眠曲哄自己入睡，然而自己还经常嫌弃他，对他娇声怒骂。现在反而觉得身边好像缺了什么，很不习惯。就在林楚乔辗转难眠时，此刻我躺在木板床上，却睡得无比香甜。第2天一早，我端着洗漱用品打开房门，结果门口躺着一个人，被吓了一跳，我差点就直接一脚踩了过去。中年人见我出来，立即起身道：“你好，同志，我叫孙杰，是厂里保卫科的副科长。”我一脸疑惑地打量着对方。孙哥，你在这找我有事吗？没事没事，怕你早上没热水洗脸，给你送了个煤球炉子来。这举动让我更加的疑惑了。孙哥，你有啥事你直说吧。孙杰心思倒也纯净，直接说出了缘由。原来他是昨天看到邢厂长亲自领着我进来的，觉得肯定是关系莫逆，于是他真心实意的想来攀关系。我微微一笑，也没有解释什么。多个朋友多条路，以后还得多仰仗孙哥照顾了。不敢当，你看得起我，以后缺什么跟我说就行。说完，孙杰心满意足的离开了。我吃完早饭前去办理入职，很快我就到了行政科的门口。我敲了敲门：“你好，同志，我是过来报到的，请问我该怎么办手续呢？”得到的却是一阵沉默，里面坐着的人没有回应。我万分确定对方能够听到的，但就故意装作耳聋的样子。我也没生气，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对方却把手里的文件用力一甩，指着我就是一阵牢骚：“有一个劲的问，没看我在忙吗？一边等着去。”说完，崔新建便把双脚翘到桌面上，悠闲地看起报纸来。就在这时，一个谢顶中年人无视我，直接走进了办公室。崔新建赶紧笑哈哈地迎了过去：“马科长您早，这是刚给您泡的高沫茶。”马英接过茶，啄了口，润了润嗓子：“门口那小子怎么回事？说是来报道的，不怎么懂规矩，一早上就在这大吼大叫。那是得整顿。最近知青们回城的多，全是7大姑8大姨赛的，把咱厂搞得乌烟瘴气的。”他们的交谈声音还不小，显然是故意说给我听的。这时一阵熟悉的脚步声靠近，我微微一笑，于是也没做声，就这样等着。不一会，邢春来走了过来：“向南，你咋还在这站着？报个到不是快的？我在底下等了你半天了都。”听到这声音，马英台和崔新建连忙站了起来。“邢厂长，您怎么来了？”他们忐忑的齐齐看向我，发现我嘴角上扬起弧度，心里顿时咯噔一声。邢春来看了看自己的手表，接着狠狠瞪了一眼马英和崔新建，他一眼就瞧出来了，两人正亮着我，心中的怒意便膨胀了起来。可当我面也不好多说，
小李，你才找到行政科的吗？我知道邢厂长这是给两人台阶下，于是便借坡下驴。我刚到，还耽误您专门跑一趟，真是不好意思。听到我的话，马英和崔新建对视了一眼，都微微的松了口气。小伙子，你是来报道的，小事情小事情。马英赶紧上前接过我的介绍信，崔新建也不敢再耽搁，立马开始给我办理手续。邢春来咳嗽了一声，认真道：我们小李同志的工作是调过来，跟那些回城的知青可不一样，你们别想多了。这也算是给他们一个警醒，免得他们再狗眼看人低。马英擦着汗心，有余悸的应道：是，我们一定不会戴有色眼镜看人。这时我也微微一笑。邢厂长、科长他们刚才的确是在忙，没有刁难我的意思。那就好。邢春来点点头。这时一道汽车的轰鸣声响了起来，他来到窗边一看，向南，你先在这里办手续，我下去跟你二哥说道。行，那我待会儿下去。这二哥怎么又跑来了？马英见邢春来离开了，态度与之前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赶紧夺了过来，陪笑道：小李，你可真大度，谢谢你刚才没有在厂长面前说我们的不是，要不然我们可吃不了兜着走。马英这个厂一的行政科科长都如此了，一旁的崔新建这个马前卒还能不低头，也赶紧过来赔罪道：小李，我有眼不识泰山，刚才多有得罪，你别往心里去啊。这有什么？我跟你们往日无怨，近日无仇的，犯不着。再说了，后面我有些事情，怕是还要麻烦两位。刚才邢春来给了他们一巴掌，现在呢自己再给点糖，这已然足够拿捏住了。这话说的马英瞬间心花怒放的，哎呦，小李觉悟真不是一般高，后面你有啥困难，一定想办法给你解决了。我笑而不语，可见这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经过一番斟酌，我最后放弃了轻松的妇产科，反而去了有挑战性的急诊科。不过对我这个顶尖医学专家来说，足以应付，而且回报也比其他科室更丰厚，不但有额外粮票等参补，如果将来厂里有什么奖励，那也一定是我优先进入领导的视线。办理好急诊科的手续，我便辞别两人下了楼，看见林卫民正和邢春来聊着天。向南，报道手续弄好了吗？办好了，我选了急诊科。闻言，林卫民脸色微变，他原本以为我不过是乡下的一个赤脚医生，会随便选个清闲一点的位子待着，平时喝茶、看报钓钓鱼的。小李，你可真让我意外啊！这可是个新鲜科室。邢春来也很是欣慰，拍了拍手道：小李很不错的，我有点好奇你接下来的工作表现了。邢厂长，您过誉了。我只是浅笑一下，不想说太多，因为不久过后他们肯定会大吃一惊。闲聊了一会儿，林卫民把我叫上了车。走，小李，我陪你买东西去。我看了看周围人投来好奇的目光，叹了口气道：卫民哥，我自己可以的，咱开车出去是不是太高调了？林卫民笑了笑，竟然还巴巴的按了按喇叭。这下进出医院的人全都往这边看了过来。我知道林卫民这么高调，实际上是做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看的，是不希望我受到欺负。这个二舅哥虽然傲气，但我承认接触到现在，发现他这人还是挺好相处的。对了，卫民哥，我想打个电话回去，让家里人留意一下高考成绩。放心吧，我们单位有电话，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临近中午，我才跟林卫民从供销社买完东西回来。谢了，卫民哥，我会尽快和楚乔离婚的。我来不是催着你和楚乔离婚的，你真别误会。我知道你并没有害怕我赖上楚乔的心思，但岳父岳母那边呢？楚乔也是这样想的吗？你替我转达一下岳父那边，我李向南说到做到，绝不会耽误楚乔的人生。我会在厂一这边好好生活。一听我这话，林卫民琢磨出了味道，知晓我不想跟林家人牵扯太多，还有不希望承受林家蒙阴太多的意思。车门关上，我下了车。向南，我希望你过得好一点，没有其他意思的。林卫民下意识地解释了一句，却看到我背着他摇了摇手，说了一声再见。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莫名有些难过。我回到小屋子收拾了一阵，差不多到饭点了，便来到食堂。乌泱乌泱的全是人，不少人的铝制饭盒里就是白面馒头配上一点咸菜，饭盒里会多一两样素菜的，基本都是一些车间领导之类的。我找了个队伍排起了长队。这时前面的议论声引起了我的注意。老罗，你们急诊科好像新来了个医生，你见到面了没？叫老罗的医生赤鼻笑了一声，切，那又怎样？像那种走后门安插到咱厂医院的垃圾，我才不屑与他为伍。闻言，熟女护士掩嘴偷笑。罗医生，你这连面都没见着，就说人家垃圾，你也不怕人听到？我还怕他咋的？我可是正经考进来的，不像他进咱厂医还要走后门。老罗说话时还特意提高了嗓门，像是生怕没人听见似的。我默默地翻了个白眼。怎么走哪儿都有这种人？我招你惹你了？犯得着嫉妒我吗？我在心里暗暗记住了这个罗大脑袋。打好饭，我找了处没人的位子坐下。同志你好，我可以坐这里吗？我闻声抬起头，一张清秀而精致的脸映入眼帘。可以。我瞧了一眼，便收回目光，专心致志地吃起自己的饭。女人笑了笑，也安静地坐下了。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丁医生。”我抬头一看，果然是罗大脑袋。本来还浅笑着的丁医生瞧见他，瞬间变了脸色，像是没听到似的，脑袋都快要埋到饭盒里了。丁医生，我教你呢。
罗大力顶着秃顶的脑袋，讨好的直接坐了下来，直接从自己饭盒里拿出一只馒头塞了过去。你看你又吃这么少。丁雨秋连忙捂住饭盒，打住，不用。罗大力的手僵在半空，尴尬的杵着，完全没在意。我在旁边吃瓜啊，那我自己吃，但你得注意身体啊。前2天你在妇产科那边体检，我听说你贫血呢。一听这话，丁雨秋的脸蛋疼的一下红了。用不着你管，我生理期刚好去体检的，能不贫血吗？这大舌头非得让人知道我大姨妈啥日子是吧？看来这个罗大脑袋想跟丁医生搞对象啊，但看他这样子，估计也没戏。罗大力见丁雨秋，语气隐隐带着怒意，转移话题道：“崔干事可说了，咱急诊科下午要来个医生，不知道是什么德行。不过你放心，有我在，绝对不会让人欺负你。”丁雨秋愠怒地扫了他一眼。既然来了，大家伙都是同事，和睦相处。这时罗大力压低声音，神神秘秘道：“我问过崔干事，他说那人最好咱们别去得罪，这一看就是关系户进来的。急诊科的歪风邪气，我得给他遏制住，让这小子知道我的厉害。”是挺厉害的，至少这张嘴是挺不错的。罗大力，我劝你收起那份整人的心思。说完，他盖上饭盒，转身欲走。崔干事，你怎么来了？只见崔新建走到桌前，眼睛一亮道：“哎呦，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熟络了。小李，你跟丁医生、罗医生聊得咋样啊？”丁雨秋和罗大力瞬间愣住了，两人脸上写满了问号。丁雨秋立马反应过来，脸比刚才更红了，心中的窘迫和尴尬油然而生。而罗大力第一个冒出来的念头便是愤怒。这小子在这里坐着，听了半天也不吭声。这小子一看就阴得很。崔干事，原来他就是咱的新同事啊！没想到咱竟然坐一个桌上来了啊！你们还不认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主治医师丁雨秋，另一位是主治医师罗大力。我率先走过去，与丁雨秋伸手握了握，柔柔无骨的小手有些冰凉，我的手一触即开。丁医生好，请多多指教。丁雨秋略有些羞涩的点点头。你好，李医生。接着罗大力皮笑肉不笑的伸出了手，同事嘴里说着不屑的话：“李医生是吧？是金子还是废铜？练一练就知道了。”我伸出的手立马在半空改了道，在面门前挥了挥。老崔，食堂的环境我看也挺好的，怎么还有苍蝇在乱叫，有点倒胃口。我不理会罗大力愕然的面孔，直接坐回到位置上，跟崔新建聊起天。罗大力死死咬了咬牙，心里暗暗记恨上了，扣起了饭盒，做事要走。崔新建也看懂两人之间可能有过节，便想着调和一下。老罗，你就吃饱了吗？要不我打2菜，咱再将就一下吃些。有苍蝇，我特么吃不下。罗大力头也没回的走了。这时丁雨秋彻底没绷住，笑出声来。李医生可真有你的，能把他气成这样。可这时崔新建却在我耳边小声提醒道：“罗大力有些人脉背景，你小心一点，这小子阴着呢。”这时一个长得漂亮妩媚的女人走了过来，丁雨秋赶忙站起给我做介绍。李医生，这是301医院定点援助场医的领导林木鱼同志。我与林木鱼还没来得及打招呼，便看到一个护士模样的小姑娘急匆匆地跑向这里。丁医生，不好了，急诊科来了个病人，快死了，罗医生让咱们快回去。听到这话，丁雨秋瞬间变色，林木鱼和崔新建也忽然心急起来，我也顾不上，跟林木鱼相互寒暄了，当先一步往外走去。丁雨秋拉着小护士饭也不吃了，揣着饭盒便快步跟上我。林木鱼心忧急诊科的事情，哪里还有心思在这里吃饭？崔新建拿了只馒头在嘴里咬着，两人也追了出来。这边我和丁雨秋跟着小护士赶到了急诊科，路上也知道了事情的大概，几个人急匆匆来到科室里，就见一个小伙被几个人绑在床上，罗大力正在旁边用针吸着一小瓶药水。罗医生怎么回事？不是什么大事儿，大概是阑尾炎，先打一针镇定下来，再送内科去等着开刀就行。闻言，丁雨秋松了口气，那也用不着绑着他，这不难受吗？那可不成，这小子刚才已经踢了我一脚了，按住喽。说着，罗大力拿着针管冷笑转身，看见他眉头附近还有半枚脚印的痕迹，我忍住没笑，观察床上小伙的病理表现。小伙牙关紧紧的咬着，双目紧闭，整个人都在床上蜷缩着，想要捂住自己的腹部。只瞧了一眼，我就判断这不是阑尾炎。这时脚步咚咚，崔新建和林木鱼也到了门口，看见林木鱼、罗大力，顿时眼前一亮。林医生，您今天也过来了，饭吃了没有？林木鱼看都不看他，冷淡的回道：“没空跟你贫，赶紧救病人。”闻言，罗大力笑了笑，举针上前给病人注射了一剂安定。就是阑尾炎，等下送楼上开刀去就行了。林木鱼走到病床前，皱了皱眉：“不对啊，这好像不是什么阑尾炎。罗医生，你确定你诊治的是对的？”丁雨秋也快步走了过来，直觉告诉他，林木鱼的话有一定道理。罗大力却十分自信地笑着：“林医生、丁医生，你们可不要怀疑我的专业性。”就在这时，我中气十足地说道：“错了，大错特错，根本不是阑尾炎，而且更不需要去开刀。”罗大力顿时吹胡子，瞪眼起来：“小李，我叫你一声医生，那是看得起你，这可容不得你开玩笑。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别在这儿丢人现眼。”那你还嫌开玩笑？瞧见我往病床前走，罗大力顿时激动起来：“你干什么？小地方的赤脚医生别来这里瞎胡闹，出了事情你负责。”
听到这话，丁玉秋立马脸上一沉。罗医生，你这是带着偏见，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才知道。别的医生有其他意见不是很正常，不让别的医生参与到救援当中，你这不是双标吗？罗大力被对得哑口无言，一旁的崔干事也是拉了拉他安抚着，而我根本不搭理罗大力，直接来到病床前向众人解释道：之所以判断他不是急性阑尾炎，其实很重要一个依据就是他捂的位置不对。哪里不对？丁玉秋疑惑的伸脑袋看了过来，林木鱼也是循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小李，你赶紧说一说，愿闻其详。此时罗大力捏着拳头站在旁边，心底莫名涌起一阵惊慌。老罗，赶紧让一让。崔新建一把将我拉到跟前，我连的眼神都没分给罗大力，径直走到病床前盯住林木鱼。这绝对不是急性阑尾炎，你们看他捂着的地方根本不对。没想到这句话一出，全场瞬间安静。丁玉秋赶忙凑过脑袋，林木鱼顺着我手指的方向仔细一瞧，这才猛然惊觉病床上的小伙子捂着肚脐下方，他满脸歉意的直摇头。我是主攻妇产科的，小李，你赶紧详细说说。此时旁边的罗大力捏紧拳头，我懒得搭理他，直接指出关键所在。急性阑尾炎的痛点通常在右下腹的盲肠拐角，然而这小兄弟捂着的却是远离盲肠的肚脐下方，这完全跟阑尾炎沾不上边。丁玉秋懊恼地猛拍脑门，直呼粗心。林木鱼更是惊出一身冷汗，幸亏有你指出来，偏偏我们差点就当成阑尾炎开刀，那可是让这小伙遭受无妄之灾。紧接着一旁的工友们看我的眼神全变样，他们七嘴八舌地催促我赶紧查出真正的病因。罗大力极度的嘴角直抽搐，我却不急着下定论，转身坐在床沿，按压小伙子的腹部。昨晚和今天到底吃过什么东西？吃螃蟹，昨晚吃了一点，中午也带了一点，不会是吃多引发的毛病吧？小伙子满脸痛苦的呻吟，听到这话我心里顿时有了底。谁知罗大力偏偏在这个时候跳出来找茬。小李，你可别唬人，4、9成的夏天，谁家小孩不抓点螃蟹解馋？还能是吃螃蟹吃坏的？我看你根本就是没话找话。林木鱼狠狠白他一眼，丁玉秋更是把头扭到一边。我直接无视这跳梁小丑，猛然抛出一个让他头皮发麻的推断。这个季节你今早出门，肯定空腹吃过家里的青柿子。神觉李医生，你连这都知道？我早上饿得慌，路过前院撸了一袋子青柿子，全糟光。林木鱼和丁玉秋满脸不可思议，我立刻给他们科普这种致命的反应。青柿子里的鞣酸一旦遇到螃蟹的高蛋白，就会瞬间结块，引发极强的生理性排斥，这正是典型的螃蟹中毒。工友们全听傻眼，林木鱼眼中闪过一丝敬佩，马上询问我不开刀的治疗方案。简单，抑酸补液，止泻止吐就行。与此同时，我掏出2两粮票和1角钱塞给崔新建，麻烦去食堂买3个皮蛋过来。紧接着我又让丁玉秋准备蒙脱石散，配合皮蛋服用。皮蛋还能治病？你可拉倒吧！罗大力还在旁边阴阳怪气，然而打脸的时刻瞬间降临。当混合着蒙脱石散的皮蛋开水粥灌下肚，仅过10分钟，小伙子铁青的脸色奇迹般恢复红润，甚至直接从床上坐起身。罗大力看着瞬间痊愈的病人彻底僵在原地，林木鱼和丁玉秋更是惊得瞪圆双眼。我的天，这肚子真不疼！李医生简直是华佗在世。周围的工友们惊呼连连，看我的眼神简直充满敬畏。哼，不过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全靠运气。罗大力眼眶发红，还在做最后的挣扎，结果这句话瞬间点燃工友们的怒火。你个庸医还有脸说风凉话，差点把人活活坑死！医术不精，医德更烂，跟小李医生比，你就是个垃圾。这番毫不客气的话直接戳中罗大力的肺管子，他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众人怒骂，却又忌惮工友们硕大的肌肉块，只能愤怒的甩手。正当此时，丁玉秋冷冷下达通牒：这次的医疗事故，我会如实向厂医领导汇报，赶紧走人。林木鱼紧跟着补上一句：我也会跟厂区领导仔细反映，你必须立刻写一份1000字的检讨报告交上来。2位女神同时发难，罗大力直接破防，她脸色惨白，连个完整的字都憋不出，一脚踹翻板凳，灰溜溜的逃出急诊科，危险终于解除。丁玉秋捂着心口连连向我道谢，林木鱼更是对我赞不绝口。小李，你不光临床经验丰富，还能用皮蛋配药，这中西医结合的手段真是绝顶人才。我听完只是淡淡一笑，倒也不是什么中西医结合。既然不用开刀，我索性向大家交了底。其实我根本没想那么多，皮蛋呈碱性，以前在农村我就靠着土法子救过人。我顺势扬了扬手里的药包，这次加点蒙脱石散，纯粹是为了稳固肠胃酸碱平衡，减少刺激。周围工友听完瞬间爆发出爽朗的笑声。甭管啥方法，反正你就是比罗大脑袋牛，以后咱看病全找你。紧接着病床上的小王死死握住我的手。李医生，要不是你，我今天平白挨一刀，结果你一顿饭就把我治好了，我大写的服。与此同时，他哆嗦着从兜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1角钱，死活要往我手里塞。我猛地往后一弹，连连摆手：这钱厂医能报销，你赶紧收着，下午千万别干重活。就在这时，崔新建乐呵呵地凑上来：我的活祖宗，赶紧吃饭吧，菜都没凉呢。丁玉秋一拍脑门，满脸愧疚。林木鱼更是直接掏出饭盒：那咱们一块拼个工作餐。下一秒，崔新建屁颠屁颠地张罗开来。就在大家伙吃的正香时，崔新建突然一拍大腿，指着我：林医生，正式给你介绍下，这位就是咱们厂医新来的人才李向南。李向南。
林木鱼的眼神瞬间变得无比古怪，我没在意他的异常，微笑着主动伸手。林医生见笑了。可我万万没想到，此时看似平静的林木鱼心里早就掀起了滔天巨浪。他死死盯着我，根本不敢相信眼前这个气宇轩昂的人，竟然是他亲妹妹林楚乔假结婚的对象。那个传闻中死缠烂打的农村泥腿子，几口素菜下肚，气氛倒是无比轻松。谁知丁雨秋小心翼翼地看向我，小李医生，罗大力平时嚣张惯了，你可千万别太计较。我直接将饭盒一推，冷笑一声：丁医生，治病救人跟吃饭一样，好不好吃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没空搭理他。丁雨秋眼神一亮，紧接着又满脸担忧，生怕我刚来就被罗大力疯狂报复。偏偏这时林木鱼正义感爆棚，丁医生放心，以后我多来你们厂医走动，我就不信有我在，他罗大力还能翻天。正当此时，崔新建在一旁笑着直摇头：两位医生，你们根本不了解我们小李医生的真本事。两人猛地转头盯着他，可崔新建竟然神秘一笑，起身就要帮我们洗碗。打住！我一把拽住他，顺手递过去一根烟。中午这顿你请的，哪能让你洗碗？您歇着。随后我收起饭盒，转身走出急诊科，刚出门就碰上协调手术回来的小护士王琴，她满头大汗的到处找病人。丁雨秋赶紧把她拉进去，激动的宣扬起我力挽狂澜的神操作。另一边，我刚来到食堂后头，准备洗碗，突然一道倩影靠了过来。我来吧。林木鱼直接挽起袖子抢过我手里的活，他动作麻利的涂着皂角粉，却偏偏特意放慢了洗碗的速度。我看着眼前这位总院来支援的大专家，忍不住开口试探：林医生经常到机修厂厂医来吗？虽然只是洗个碗，但我看得出林木鱼刚才仗义直言后，眼里明显多了一丝探究。接着，他看似漫不经心地问起我的老家，我随口答了一句红山县，距离燕京好几百公里。没想到这简简单单3个字，竟然让他的动作猛地一顿。此时的我并不知道，红山县这个地名已经在他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紧接着，他又小心翼翼地试探我的年纪和婚姻状况，甚至问我为什么大老远来燕京工作。我淡然一笑，只当他是在拉家常。受人所托，忠人之事，我也是身不由己。说完这句话，我仰头看着苍天长叹一声，端着空饭盒转身离去，留下林木鱼独自愣在原地，看着我逆流而去的背影，满眼复杂。此时的我更不会想到，就在我刚展露完身手的同时，医务科科长室已经乱成了一锅粥。马科长绝了啊！崔新建顶着标志性的公鸭嗓，猛地冲进门扉。马英刚想发火，谁知紧接着就被一句话下，直接滑坐到地上。李向南连班都没上，就刚在急诊科救了个人。随后，崔新建添油加醋地把全过程说了一遍。马英瞪圆了眼睛，两人对视一眼，瞬间感到一阵深切的后怕。幸亏之前没得罪我，不然真的吃不了兜着走。更让他们疯狂的是，当崔新建爆出301总院的林木鱼医生也在场时，马英激动的直接从地上跳了起来。罗大力这孙子真是个完美的垫脚石，没有这庸医的无能，怎么衬托得出李向南的耀眼？于是两人一拍即合，立马决定写一份报告交上去，不仅要狠夸我的医术，甚至还要顺带拍一波邢厂长慧眼识珠的马屁。与此同时，另一边的301医院，林木鱼已经火急火燎地赶回了后勤处，他当找后勤处长林卫民签完物资单，就一把将他拉到了走廊尽头。林卫民正是他的亲二哥。二哥，你老实告诉我，李向南真的只是个老实巴交的山村农民，他真的是个半吊子的乡下赤脚医生？听到妹妹不可思议的质问，林卫民敏锐地察觉到不对劲，赶忙追问怎么回事。下一秒，林木鱼的话直接让林卫民彻底呆在原地。他将我如何排开罗大力的阻挠，如何精准诊断，又如何用几毛钱的土办法把人救活的全过程和盘托出。他越说越激动，眼神里全是不敢置信。我亲眼见证的，他不仅懂医术，而且临床经验极其丰富。他绝对不可能只是个懂点皮毛的泥腿子。此时的我根本不知道，远在301医院的林木鱼，正因为我的一场急救急红眼眶，他死死拽着二哥林卫民的袖子，情绪异常激动。我不光不是赤脚医生，肚子里装的东西更远超我们想象。当时连我和丁雨秋都没能一眼看出的症状，我竟然临危不乱，直接搞定，生生把一场医疗事故扼杀在摇篮里。林木鱼越说越激动，直言我直面艰险的勇气根本没几个人能有。这下连林卫民也正在当场，狠狠抽口烟，掐断半截烟头塞进烟盒。他感叹我这个妹夫可真是越来越让他刮目相看。然而林木鱼却忍不住追问我在红山县的医术到底是不是装的。林卫民果断摇头，断定我在村里治感冒跌打根本用不上这么高超的医术，更不可能未卜先知要来燕京而故意藏拙。可如果我真的城府极深，只露一点三脚猫功夫对付山民，这心机简直让人细思极恐。就在两人准备分别之际，林卫民突然想起我随口说出的那句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他猛然倒吸一口凉气。难道说我答应小乔来燕京，甚至同意几个月后离婚，实际上都是为了帮林家？我这一切全是为了让小乔安稳在燕京扎根。听到二哥的分析，林木鱼瞬间脸色大变，他终于明白为什么昨晚我不肯去林家吃饭，为什么对林小乔爱答不理。原来我是在刻意制造距离，好让小乔觉得感情变质，从而毫无心理负担的离开我。林卫民连连摇头苦笑，直呼我用心良苦，而林木鱼更是眼眶泛红，脑海里猛然浮现出我在水池边孤独坚毅的背影，心头莫名揪紧。我的医术如此高超却不骄不躁，面对林家求帮忙的假离婚也一口答应，甚至默默承受着煎熬，全力配合林家演戏。哥，我一个人到底住在哪里？
林木鱼下意识脱口而出，结果却让林卫民尴尬的挠起头。他竟然连我住哪都不知道，全推给机修厂的邢厂长。这下林木鱼彻底急火攻心，人家帮了咱家这么大忙，一个人在燕京孤立无援，咱家竟然连他住哪儿都不管。万一我住的是垃圾堆、水泵房或者锅炉房，大夏天的臭气熏天，热气难挨，我该怎么活？看着妹妹跺脚娇嗔的模样，林卫民一阵羞愧难当，终于意识到自己太不用心。他当即拍板，晚上下班后亲自去我的住处看一看。两人这才作罢。林木鱼转身去写那份关于我急救的报告，而林卫民则直奔传达室给机修厂拨通电话。与此同时，机修厂急诊科里，下午一上班，我就发现科室里几个护士看我的眼神古怪得很，可我根本没时间多想，一进入工作状态，直接体会到厂医院的疯狂运转。不仅病情处理得快，更因为丁雨秋长得漂亮，脾气又好，工人师傅们有个头疼脑热，全都往急诊科跑。紧接着我就接诊一个叫魏二喜的钳工小伙，这小子刚看完中暑，竟然拉着我让我去打听丁雨秋有没有对象，我真是哭笑不得，连连摆手。大兄弟，你看上他亲自去问了，让我转道弯算怎么回事？谁知魏二喜苦着脸凑到跟前诉苦，原来以前去问丁医生情况的全被拉进黑名单，打发到罗大力那里。偏偏罗大力也暗恋丁雨秋，谁敢去他那看病，绝对会被可劲折腾。无奈之下，我只好答应帮他打听打听。好不容易送走一个嘴里上火的女工，我伸的懒腰，趁着倒水的功夫溜达回丁雨秋身边。丁医生，你到底有没有对象？我酝酿半天，终于咧嘴问出这句。噗的一声，丁雨秋刚喝进嘴里的水瞬间全喷出来，一张脸刷得红到耳根。他心虚的瞅一眼门口，红着脸咬住樱桃小嘴。要是刚才那傻蛋让你问的，你就说我有对象，又高大又帅气，叫他死心。要是你自己问的，那我没有。这话一出，我当场愣在原地，难道是谁问的？这里头还有什么区别不成？我假模假样的喝口水，盯着他通红的侧脸，越发觉得摸不着头脑。就在这时，外头走廊里突然传来一阵大笑，我猛地扭头看去，只见一个国字脸的中年男人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踏进急诊科，身后还跟着行政科长马英。正当我疑惑这人是谁时，身旁的丁雨秋竟然猛地站直身子。冯院长好。听说咱厂医来了个人才呀，就是你这小伙子吧？我猛然抬头，就看到一个国字脸的中年男人大步流星跨进来，马英赶忙凑到我身边介绍，这竟然是厂医院的一把手，冯院长。我立刻不卑不亢的伸手握住，暗自打量起这个中气十足的男人。他连说了3个好字，重重拍着我的胳膊，笑声震得屋顶都要掀翻。你这个人才可真让我欣喜啊！面对这劈头盖脸的夸奖，我却丝毫不敢飘，微笑着表示自己只是尽职尽责。紧接着，冯院长大手一挥，叮嘱我和丁雨秋要把急诊科拧成一股绳，随即借口有会便匆匆离去。人一走，马英却一脸紧张地堵在门口，他眼神乱飘，低声试探我听没听懂院长话里的敲打。我淡淡一笑，平静揭穿这背后的深意。冯院长这是在告诫我，不要因为跟罗大力的个人冲突，影响了厂医院的大局。谁知马英一听，猛地一拍我的肩膀，压低声音抛出一个惊天秘密：你小子眼睛真毒！罗大脑袋的亲爹竟然是冯院长的老战友！我瞬间双眼微眯，心头一片清明，怪不得冯院长话里有话，原来罗大力这孙子是有后台的。然而马英却紧接着向我交了底，表示冯院长帮理不帮亲，而他自己更是无条件站我这边。我不禁摸了摸鼻子，心中暗叹，这就是职场的人情世故啊！下午的急诊科忙碌异常，有了我的加入，丁雨秋的压力骤减，开始专心写起那份急救报告。随后我寻了个空隙去上厕所，结果一路上竟然成了全院焦点。走廊里的护士主动冲我甜笑，药房和综合室的工作人员更是隔着玻璃跟我点头致意。短短一个中午，我应当罗大力力挽狂澜的事迹显然已经传遍了整个厂医院。转眼间，我路过罗大力的诊室，往里一瞥，差点没笑出声。只见罗大力这孙子正百无聊赖地趴在桌上，一看见我，吓得连忙抓起报纸，死死挡住脸。我冷笑一声，根本懒得搭理这个跳梁小丑。刚踏进办公室，丁雨秋就冲我招手，旁边还站着个圆脸男医生。李医生，这位是咱们内科的周峰周医生。我心中一动，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加班狂魔光杆司令。我主动递烟寒暄，几句话就把周峰捧得眉开眼笑。偏偏这时，周峰看了看门口，直接对我竖起大拇指。中午你干翻罗大脑袋的事，我可全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他毫不留情地揭开老底，直言罗大力一遇到疑难杂症就往手术室推，全靠他们内科在后头擦屁股。今天我截胡了那个螃蟹中毒的病人，简直是帮了他一个天大的忙。两人越聊越投机，可接下来的画面却让我彻底愣住。40多岁的内科顶梁柱周峰，竟然掏出一个黑色笔记本，一屁股坐在小板凳上。他满眼求知若渴，堂而皇之的向我这个新来的年轻人请教急性阑尾炎和螃蟹中毒的原理。我自然不会藏私，倒了杯茶坐下，直接开启降维打击。其实这阑尾并非鸡肋，
它在结构上是高度免疫的器官，甚至能调节肠道共生微生物。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周峰猛地瞪大双眼，满脸写满不可思议。他死死盯着我，惊呼我竟然连微生物这种冷门的前沿知识都如此精通。我余光一扫，眼前的画面让我倍感意外。原本急着去送报告的丁玉秋竟然一咬嘴唇，直接把手里的文件丢在一旁，掏出笔记本，满脸渴望地记起我的讲课内容。紧接着，内室快步窜出来3个护士，全都不敢置信地盯着我看。护士长张胜男更是惊得死死捂住嘴，真是奇了怪。堂堂内科主治医生周峰，竟然跑来向一个20出头的毛头小子讨教问题。周医生不嫌丢面子，这属实让我大开眼界。咱们厂医绝对要变天。他们神情复杂的死死盯着我的背影，压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与此同时，机修厂4楼厂长办公室内，一场关乎全局的对话正在严肃进行。厂长刘志远捏着一份报告，脸色凝重地看向邢厂长和冯院长。急诊科无小事，咱们厂2万多人的生命安全全压在你们肩上。冯青山猛吸一口烟，眼神骤然冷厉，他立马读懂了厂长的敲打重重，吐出一口烟圈。厂长放心，这事儿我绝对亲自办妥。下一秒，这场风暴就狠狠砸向罗大力院长办公室外。罗大力紧张的满头冷汗，哆哆嗦嗦推开门，想套近乎。不许！谁知迎接他的是一叠狠狠砸在脸上的文件。漫天飞舞的白纸中，罗大力定睛一看，瞬间如坠冰窟，纸上赫然写满误诊，以及幸亏李向南医生不畏权威的刺眼字眼。他吓得魂飞魄散，竟然还想当场狡辩，大喊这是丁雨秋为了讨好我这个新来的，故意设局构陷他。话音未落，啪，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直接把罗大力劈得滚倒在地。冯青山双眼喷火，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你当我是傻子吗？刘厂长对你的破事一清二楚，你简直把我的老脸都丢尽。捂着高高肿起的脸颊，罗大力整个人彻底发懵。从小到大，连亲爹都没舍得动他一根手指，现在竟然被最信任的靠山一巴掌扇翻。他吓得连连磕头认错，可心里却将我恨到了骨子里。然而，冯青山毫不留情，直接下达最后通牒：这是玩忽职守，随时能把你直接开除。等会儿李向南过来，你必须为你的蛮横傲慢亲自向他低头道歉。什么？怎么你不愿意？不愿意，现在就给我引咎辞职，立马滚蛋！饭碗被砸的恐惧瞬间击穿罗大力的底线，他吓得浑身发抖，像条死狗一样捡起钢笔放回桌上，咬着牙连连低头。我愿意道歉。万万没想到，我前脚刚踏进院长办公室，眼前的一幕简直惊掉我的下巴。刚才还高高在上，恨不得把我踩死的主治医生罗大力，此刻竟然像个做错事的小学生一样缩在墙角。他低着那颗大脑袋，声音抖得像筛糠：冯院长，您说什么我做什么，绝没有半句怨言。听到开门声，冯青山狠狠瞪了他一眼，转头冲我咧嘴一笑：小李医生，不是我找你，是罗医生找你。紧接着，罗大力深吸一口气，竟然当着我的面彻底认怂。李医生，中午是我出言不逊，更是我自负误诊。要不是你力挽狂澜，我肯定犯下大错。我诚恳向你道歉，并向领导做出深刻检讨。我心里顿时一阵犯嘀咕，这家伙怎么突然转性？可抬眼一瞥冯青山满脸和蔼的笑意，我瞬间就看透这背后的局势。嗨，罗医生，多大点事儿啊？咱们急诊科拧成一股绳才能发挥力量，有点分歧太正常不过。听到我这番话，冯青山满眼赞赏地站起身：小李啊，有你这种人才，急诊科算是有主心骨。小罗，你得多向人家学习。罗大力皮笑肉不笑的连连点头，可那眼神简直比吃了死苍蝇还要憋屈。领导言重，我先去忙。冯青山摆手放行，下一秒就毫不客气地催促罗大力赶紧滚去写检讨。我刚迈出门槛，余光就敏锐捕捉到罗大力那阴翳的目光，他死死盯着我的背影，拳头捏得咯咯作响。转眼到了下午4点多，急诊科的病患少了大半。我收起写病历的钢笔，转头看向对桌：丁医生，咱科室这么忙，就没想过让院长调几个人来帮忙？这急诊科是一阵一阵的忙，闲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多余。再说了，现在来了你这么尊大神，院长估计早就打消调人的念头。我摸了摸鼻子，只能莞尔一笑。就在这时，猪猪端着2杯水从内室走出来，笑盈盈地打趣：丁医生，您又跟小李医生说我们啥坏话呢？说给你们张罗对象呢。猪猪和王琴顿时羞红了脸，直呼没脸见人。偏偏这时候推车进门的护士长张胜男直接补上一刀：丁医生，你还是先给自己张罗吧。几个女人顿时笑作一团。丁雨秋红着脸偷偷瞟我一眼：改明儿我就让你们瞧瞧我对象。感受到这些若有若无的视线，我头皮一阵发麻。正当我肝大的不知如何搭腔时，张胜男悄悄看了一眼门口，压低声音抛出一个重磅大瓜：你们猜我刚才路过隔壁，看到什么好戏？所有人都八卦地竖起耳朵。罗大脑袋正埋头苦写检讨呢，他那2个护士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众人面面相觑，瞬间爆发出阵阵哄笑。谁让他大言不惭，跟咱们李医生作对？听说院长骂得可难听，差点当场开除他。小李医生，也就你能治治他那嚣张气焰。等到了下班点，丁雨秋趁着护士们还没出来，红着脸径直走到我面前：李医生，今天多亏你帮急诊科解围，我想请你吃个饭表示感谢，成吗？
我下意识就想开口拒绝，可对上他那满含期待的眼神，竟鬼使神差的点了点头。随后我们一前一后路过隔壁办公室，里头已经亮起小台灯，罗大力那个大脑袋还在奋笔疾书。我和丁雨秋实在没忍住相视一笑。然而就在我刚走到医院大门口时，眼前的画面却让我瞬间愣在原地，看着外头那个人影，我简直哭笑不得。魏明哥，魏明哥，你咋来了？刚才还跟丁雨秋有说有笑的我，瞬间愣在原地，万万没想到林卫民竟然早就跨在自行车上等在厂门口，手里还攥着根2分钱的老冰棍。他揶揄地扫了一眼丁雨秋，直接把冰棍塞进我手里。咋地？听你这话意思，还不欢迎我？我接住这根还在冒着白气的冰棍，简直哭笑不得。紧接着我随手撕开包装纸，反手就递给身旁的丁雨秋。丁医生，天热，你吃吧。这一手不仅让林卫民瞪圆眼珠子，更是让丁雨秋的脸疼得一下红到耳根。别，不用，我不爱吃。其实我心里门清，这年头工人一个月平均工资才25块，1分钱都恨不得掰成2半花。这甜滋滋的玩意儿，对普通人来说简直是极度奢侈。偏偏就在这时，丁雨秋大方地主动询问起林卫民的身份，岂料林卫民下意识就张大嘴：“那可不，我是他二舅，我二舅的三姨妈外甥家的表哥。”丁雨秋满脸错愕，林卫民尴尬的直翻白眼，只好咬着冰棍强行改口：“对，我是他二表哥。”随后林卫民拍了拍车把上的网兜，非要顺路去瞧瞧我的住处。可我转身看了一眼略显局促的丁雨秋，心生一计，赶紧上前拉住车后座。表哥，今天我才来急诊科，刚跟丁医生说好我请他吃饭，相请不如偶遇，咱一起吧。听到我主动把他请我换成我请他，丁雨秋猛地抬起头，满眼感激。林卫民虽然点头答应，可我分明瞧见他眼里闪过一丝莫名的醋意。毕竟在他心里，我终究是要跟他妹妹林楚乔分道扬镳。现在看我跟别的姑娘走得近，这位前二舅哥心里估计比打翻5味瓶还要纠结。可为了答谢他在燕京对我的照顾，这顿饭我非请不可。紧接着，我们3人并肩往外走，谁知刚走没2步，下班的猪猪王秦接连路过，一口一个小李医生，叫的那叫一个欢。小李医生可不准欺负我家丁医生啊！正当此时，护士长张胜男提着包风风火火地冲过来，他盯着我们看了半天，脱口而出：“小李医生，你莫不是和丁医生约会吧？”这下彻底完蛋，丁雨秋臊得满脸通红，他丢下一句去厂门口等我，瞬间落荒而逃。你小子艳福不浅呢，这才1天时间，这帮姑娘全被你拿捏死死。我苦笑连连，乾坤未定，我哪有心思去谈情说爱？与此同时，就在我赶着去赴约吃饭时，林楚乔的3姐林木鱼正骑着自行车，心急火燎地赶到东城卫生局门口。她今天特意替林卫民来接第1天上班的妹妹。门卫室的老李瞧见这么位温婉明媚的大家闺秀，立马热情地招呼她进屋吹风扇。林木鱼红着脸连声婉拒。老李也是个人精，上下打量她几眼，猛地一拍大腿：“姑娘，你莫不是在等今天来报道的林姑娘吧？”老李对早上坐吉普车来报道的林楚乔印象极深，一看2人气质神似，瞬间就猜出端倪。紧接着，老李探出头，压低声音：“那你还得等会儿，下午局里正在开大会，偏偏讨论的就是下乡之一的事。”谁能想到，就在我赶去赴约的同时，3姐林木鱼正坐在卫生局门卫室里吹着电风扇。老李不仅殷勤倒茶，更是连连感慨林家兄妹气派非凡。然而我根本不知道，享受着凉风的3姐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念头，竟然是我。她不仅惦记着我住的地方热不热，甚至暗自盘算着要让林家给我弄台风扇降暑。紧接着下班铃声响起，林楚乔挎着包走出办公楼，跟着林木鱼跨上自行车。这对姐妹花一个温婉一个冷艳，瞬间吸引整条街火热的目光。车刚骑出半条街，林木鱼猛然抛出一个问题：吕向南在红山县的医术到底怎么样？万万没想到，面对这个问题，我那位名义上的妻子毫不犹豫地将我贬得一文不值。不学无术，滥竽充数，连当个助手都勉强，吊儿郎当，整天就知道儿女情长。听到这番刺耳的评价，林木鱼猛地捏紧手刹，直接逼停自行车。他直勾勾盯着妹妹的后背。如果他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顽劣不堪呢？你真正了解过那个男人吗？结果林楚乔陷入死一般的沉默，他呼吸骤然急促，半晌才硬邦邦丢下一句：“没兴趣了解。”林木鱼撇了撇嘴，心里只觉得我这妻子日后绝对会后悔的肠子都青。与此同时，国营饭店门口却是截然不同的画风。小李医生，今晚真谢谢你，改天我必须回请你。丁雨秋满眼感激地看着我，甚至连连摆手说他根本不够格，指导我，反倒求着我多指点。他这强烈的反差，要是让林楚乔听见，估计能惊掉下巴。送走丁雨秋后，我一回头却对上林卫民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一边开自行车锁，一边满脸揶揄地凑过来：“你小子少给我装傻，刚才那丁医生绝对对你有意思，这就是一见钟情。”听着这番话，我尴尬的直摸鼻子，在还没跟我离婚的二舅哥面前聊别的女人，这感觉简直别扭到了极点。我本想打着哈哈赶紧开溜，岂料林卫民一把揪住我的肩膀：“想赶我走？你住的地方我还没看过呢，我这二舅哥今天非得去认人门。”他不仅把装满生活用品的网兜挂上车把，还硬塞给我一根烟。于是我俩只能跨上车并排往我住的地方走。路上林卫民吐出一口烟圈，眼神里透着股说不出的认真。看来你小子医术是真有2把刷子，刚才那丁医生饭桌上可是把你夸上了天。我刚想谦虚2句，他立马挥手打断：“别装，医术可是靠真本事说话。”
我只好把烟卷塞进嘴里掩饰尴尬。就在这时，我和林卫民刚走到我住处附近，他猛然发出一声惊呼，只见昏暗的路灯下竟然蹲着一个人影，正烦躁地疯狂拍打着蚊子。听到动静，那人立马站起身。崔干事，大晚上的你怎么在这？总不能是在等我？看清对方的脸，我心里猛地一惊。出门前我特意看过饭店的座钟，这会儿起码过了2个小时。万万没想到，崔新建竟然在我家门口硬生生喂了2个小时的蚊子。崔新建咧开大嘴，憨厚一笑，直接拎起一个破麻袋，大步走到仓库门口。小李，我下午碰到保卫科老孙，才知道他把煤球炉子给你弄来了。可你光有炉子没用，明早连口热饭都吃不上。我下班直接用自己的票去买了这2斤半煤球，票不多，你千万别嫌少。听到这话，一旁的林卫民惊愕地张大嘴巴，满眼都是难以置信的震惊。他绝没想到我一个刚来的新人竟然这么受人尊重，我心里更是涌过一阵暖流，赶紧摸出烟递过去，郑重道谢。崔新建一边抽烟，一边用大手猛拍腿上的蚊子，连说要照顾这个背井离乡的人才。可这煤球是要凭票供应的紧缺物资，他拿自己的份额送我，家里用的必然就紧巴。然而谁能想到，当初刚见面就故意刁难我的崔干事，如今竟然大半夜跑来送煤球。看来我替他保住面子那件事，换来了他由衷的尊重。我感动地拍了拍这个30多岁汉子的肩膀，当即掏钥匙开门要给他蒸白米饭。岂料崔新建连连摆手，嘿嘿笑着说家里妻女还等着，转身就大步离开。送走老崔，我招呼林卫民进屋躲躲蚊子，结果他刚一跨进门槛，整个人就像是被施了定身法，死死盯着屋里的陈设。这间毛坯红砖房里，灰蒙蒙的墙面只糊了几张破报纸，坑坑洼洼的水泥，地上我的床脚甚至还得垫着木头来找平。屋里几件散发着腐朽霉味的破家具，更是寒酸到了极点。那张床干脆就是用2个破柜子拼成的，上面直接铺着凉席，连一丝舒适度都谈不上。就算我把屋子收拾得一尘不染，这里看起来依然像个难民营。林卫民眼眶瞬间红透，偌大的汉子喉结剧烈滚动，鼻子更是酸得发涩。他心里绝对在疯狂呐喊：我竟然就住在这种破烂地方！我赶紧拿碎柴火点燃煤球，准备烧水给他泡茶。林卫民强行挤出一抹笑容，捏紧的拳头却怎么也松不开。他看着我蹲在地上专心生活，丝毫没被这简陋环境影响，眼神里的愧疚简直快要溢出来。这间潮汐的破仓库根本没有过堂风，简直就是个天然的蒸笼，哪怕大门敞开，屋顶暴晒后的热气依然扑面而来。随后他死活不让我忙活，连叹着气从网兜里掏出2斤白面和2条肥皂硬塞给我。这在夏天可是极度紧缺的物资，我赶忙要去翻肥皂票还他，偏偏他一把按住我的手，嫌我太执拗。此时屋外的蚊子大军疯狂涌入，咬得他不停猛抓大腿，我只能歉意地关上大门，递过烟让他熏一熏。林卫民苦笑着摇头，直呼这简直是在蚊子堆里泡澡。强忍着喝下几口热茶，林卫民如坐针毡，他起身猛拍我的肩膀，夸我干得漂亮，连勉励的话都不需要再多说。然而走到门口时，他看着满天乱飞的蚊子，突然停住脚步，重重叹息：小李，你受苦了。扔下这句话，他像是要逃避内心深处的负罪感，踩上自行车疯了一般落荒而逃，只留我坐在桌前，用身体当诱饵开启了灭蚊大战。与此同时，林卫民一路狂奔冲回家属院，刚到楼下，满脸焦急的林沐雨就快步迎上前来，他根本顾不上谈论，还在楼上生闷气的林楚乔急得直跺脚，连连追问我到底住的怎么样。结果林卫民的脸色难看到极点，咬牙切齿地给出评价：让我在那儿住1个礼拜我就得疯，不仅热得像火炉，蚊子更是多得能把人抬起来。听到这话，林沐雨瞬间变了脸色，他急得狠狠跺脚，满脸不可置信的惊呼出声：季修长怎么敢给他安排这种地方？咱爸当初难道没跟他们交代清楚吗？此时的我正关起门，跟满屋的蚊子斗智斗勇，偏偏我根本不知道，另一边的林卫民正在极力向妹妹解释：沐雨，这跟季修长没多大关系，小萧回来的突然，宿舍早就分完了，总不能把别人赶出去让我住。季修长邢厂长绝不是那种前后不一的主，厂里确实有困难。紧接着林沐雨紧紧抱起胳膊，满脸担忧地追问我到底有没有怨言。这年轻人的忍耐力太惊人了，何止没有怨言，甚至都已经习惯了那种恶劣环境。随后他话锋一转，直接打听起父亲林建州的心情，得知老头子情绪还算稳定，林卫民胸中猛然腾起一股豪气。房子的事情必须尽快解决，不然就直接让我来家里住。听到这话，林沐雨深吸一口气，瞬间像只斗志昂扬的小公鸡一样昂起脑袋，他竟然毫不犹豫地决定跟着二哥一起去硬刚父亲，哪怕挨骂也要看老头子良心过不过得去。就在这时，楼上书房的门被猛地推开，林建州正戴着眼镜写报告，万万没想到一儿一女连招呼都不打就直接闯进门，还没等他沉下脸训斥规矩，准备挨骂的林沐雨直接甩出一记直球：爸，您到底打算什么时候解决我的住宿问题？听到这话，林建州摘下眼镜，威严的脸上瞬间涌起一丝好奇。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一儿一女竟然为了我这么个外人跑来兴师问罪。虽然这句外人狠狠刺痛了兄妹俩，但林沐雨重重点头，死死咬住房子的问题不放。爸，您当初答应让我来燕京，说会解决工作和户口，可这事儿早在我回燕京之前就开始运作，怎么到现在连个下文都没有？面对气呼呼的女儿和满脸忐忑的儿子，林建州反倒往黄林木椅背上一靠，
竟然勾起嘴角，露出一抹笑容。紧接着，他摊开双手表示，我现在的住宿问题不是已经暂时安顿妥当，更何况他当初只答应解决工作和户口，如今我的工作已经落实，户口也在走程序，他林建州根本不算食言。爸，您这简直就是耍无赖！林木鱼气得直跺脚，却被惊慌失措的二哥死死拦住。看着父亲威严不苟言笑的面容，林木鱼只能强迫自己保持冷静。可只要一想到我住在那间热得要死、蚊虫成堆的破仓库里，他的心跳就忍不住疯狂加速。此时林建州端起茶杯吹了吹，直接坦白了底线。机修厂厂长邢春来确实打过电话表达歉意，他也知道我住的极其简陋，然而无规矩不成方圆，他绝不可能因为我是小乔名义上的丈夫，就动用手段打破分房政策。他符合条件就能享受，不符合条件找我也没用。这些福利很大程度必须靠我自己的实力去争取。听到父亲如此绝情，林木鱼再次急得直跺脚，大声控诉我那地方根本没法住人。谁知林建州语气瞬间变得冷厉至极，连这种条件都克服不了，那我果然是个娇生惯养之辈，他更不可能张口帮忙。千钧一发之际，林卫民赶紧一把拉住妹妹，连忙替我解释。他坦言我从未表露过半点怨气，只是他亲自去看过之后，觉得自己良心实在过不去。毕竟我对林家有恩，对小乔更有恩。听到这话，林建州的眉头微微耸起，态度终于发生一丝微妙的转变。他直言，如果兄妹俩只是单纯想替我谋特权，他绝对看不起。可如果我真的毫无怨言，他反倒觉得自己有些小瞧了我。就在这时，林卫民拉过椅子坐下，直接放出了大招。我今天去医院打听过，从下班开始，无论是护士还是医生对我的评价都极高。我才上了1天班，竟然就救下了一个螃蟹中毒的极危病人，甚至是在急诊科2位老医生都没法确诊的情况下，我力排众议，把人硬生生抢救回来。听到这里，林建州眸光猛然大亮，瞳孔爆发出极度震惊。他喃喃自语，简直不敢相信我一个乡下赤脚医生能比城里的老同事还厉害。紧接着，一旁的林木鱼骄傲地挺起胸膛，爆出了更加震撼的事实。他直言自己中午去送物资时，本人就在现场，他亲眼目睹了我救人的全过程，甚至用上了力挽狂澜这4个字来评价我。这下子林建州心中掀起惊涛骇浪，他深知女儿温婉的性子绝不会说大话，立刻要求他详细说明具体情况。接下来的1整个多钟头里，书房内震撼连连。喝下2大杯清茶后，林建州已经被我在急诊科的表现彻底折服。不骄不躁，沉稳冷静，应对有度，医学知识十分丰富。他连用4个词毫不吝啬地夸赞我，直言在这个年纪能有我这般手腕的人，着实罕见。眼看父亲的态度逐渐中正，林木鱼赶紧乘胜追击，他直接抛出厂医院那位捧高踩低的崔干事，被我治得服服帖帖的惊人事迹。林卫民更是添油加醋，将崔干事大半夜在我家门口为了2个小时蚊子只为送煤球的事情全盘托出。这一连串的反转和震惊，让身在高位的林建州陷入深深的沉思。他眯起眼睛，对我这个还未谋面的女婿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浓厚兴趣。随后他一把抓起桌上的日历，重重圈下一个日期：后天晚上，你们必须想办法说服我来家里吃饭，他要亲自见见我。不仅如此，他还当场拍板，会亲自给机修厂长刘志远打电话解决我的房子问题。这一刻，林家兄妹俩对视一眼，终于彻底长舒一口气。而与此同时，门紧紧关着，处于漩涡中心的我，正稳稳地坐在那张破桌前，一边喝茶一边仔仔细细梳理着身上的全部资产。说资产甚至都有些抬举，因为此刻我身上满打满算也就只剩下区65块钱和几张粮票。林卫民给的50块钱，我一分未动，剩下的全是临走时父亲给的钱和高考期间攒下的微薄家底。此时的我正坐在桌前，死死盯着桌上的几张粮票，算上林卫民送来的2本和林楚乔的那份，我手里满打满算也就52斤定额。紧接着我在心里默默盘算，这可是我熬到下个月发工资的唯一底气。一个人吃确实绰绰有余，可要是敢请客吃饭，到月底绝对得勒紧裤腰带。现在距离发工资还有整整23天，我捏着手里仅剩的65块钱，暗自庆幸紧巴巴的日子终于有了向好发展的苗头。突然，一股浓郁的艾草味猛地从门缝里钻了进来，我满脸惊诧地推开门，结果一眼就看见秦大爷正佝偻着背在墙根熏蚊子。咱俩都是天涯沦落人，我寻思着过来帮你除除蚊子。秦大爷咧着黄牙笑得极为质朴，这下子我心里猛地一暖，我赶紧掏出烟递过去，接手在屋里死命熏了一通。紧接着我搬出板凳端上茶，跟老秦坐在门口扯起了闲篇。就在这时，老秦用蒲扇指了指还亮着灯的厂医院，我顺势望去，这才惊讶地发现周医生的办公室竟然还点着灯。老周也挺不容易，这把年纪比咱年轻人都能熬。我忍不住感慨一句，谁知秦大爷抽烟的手猛地一顿，意味深长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你竟然不知道老周加班的真正原因？听到这话，我瞬间愣在原地，还没等我追问，老秦只是长叹一声，百姓最怕去医院，便背着手转身离开。这番话瞬间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我立刻踩灭烟头，大步朝厂医院走去。万万没想到，刚走到半路，楼上的灯竟然灭了。下一秒，我竟然看到周峰根本没骑车，而是推着自行车打着手电，满背佝偻的消失在夜色里。看着那无比沉重的背影，我死死皱起眉头，心中的疑惑更是疯狂蔓延。我暗自发誓，明天必须找丁雨秋问个清楚，甚至得亲自去内科走一趟。
回到满是艾草香的屋子，我立刻洗漱沉沉睡去。然而与此同时，我根本不知道，另一边的林家家属院里正进行着一场惊人对话。林木鱼一把推开妹妹的房门，正撞见林佑威和林楚乔在疯狂估分。这次我肯定能考上燕大医学院。听到这话，林木鱼满脸震惊，紧接着转头打听起林楚乔的成绩。可林楚乔却遗憾地摇了摇头，直言自己实力不够，只能去协和医学院。原本满是欢喜的氛围，瞬间多了一丝沉闷。谁知下一秒，林木鱼毫不留情地把林佑威赶出房间，紧紧关上了房门。他神色极其凝重地压低了声音：“小乔，刚才妈让二嫂张洛给你准备几个相亲对象。”一夜无话，等我再次睁眼，已经是早上7点，距离厂医院上班只剩下1个小时。我麻溜地爬起来，点着煤球炉子，赶紧抓出面粉和了一团，准备凑合一顿。就在我端着刷牙缸子推开门的那一刻，万万没想到门外竟然站着2个熟悉的身影。保卫科副科长孙杰大老远就开始冲我疯狂招手，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我瞬间倒吸一口凉气。林木鱼穿着白衬衫和笔挺西装裤，正提着网兜笑颜如花地看着我。林医生，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我满脸错愕地迎上去。我是来给厂领导送报告的。我赶紧侧过身子，把2人往这间破屋里请。结果就在这时，孙杰一把死死攥住我的胳膊，眼神里满是毫不掩饰的艳羡。你小子可真是个人才，刚来就把咱林大医生给勾上了。听到这话，我当场愣在原地，随即嘴角猛地流露出一丝苦涩，连连摆手直呼他在开玩笑。我懂，我都懂。孙杰猛地戳了戳我的腰窝，他满脸挤眉弄眼，非说林木鱼对我有意思。人家明明只是来送报告的。这番话简直让我哭笑不得。我赶紧递过去一根烟帘解释，谁知孙杰根本不信，他暗戳戳的伸长脖子往屋里瞟，更是故意扯着嗓子大喊：“小李啊，别人巴不得被误会，你倒好非得解释。林医生听见该不高兴了。”看着我吃瘪的表情，他满脸羡慕的重重拍打我的肩膀，直呼才子配佳人，还骂我傻。我无奈的走进屋，却发现林木鱼的脸疼得一下全红透。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他刚才听到那些话，心里竟然莫名有些失落。此时他正打量着这逼仄破败的小屋，眼底瞬间闪过一丝揪心。我赶紧倒了杯高碎茶递过去。林医生，你喝口茶，早晨已经有点热了。屋里朝阳太热，我只能满怀歉意的递上秦大爷送的破蒲扇。你跟我说对不起干嘛？林木鱼眼眶微红，满脸不忍地打量着屋内的陈设，他更是气愤。邢厂长给我安排这么差的条件，我只能呵呵干笑2声，没敢接话。紧接着他满脸惊奇地夸我交际能力强，没等我谦虚，他突然从网兜里掏出一瓶花露水，塞进我怀里，说是看在我昨天救人的份上给的奖励。我正愁昨晚被蚊子咬得够呛，赶紧道谢收下，谁知下一秒他竟然又掏出2个装满胶圈和狮子头的饭盒。我买多了，你帮我解决。我满脸愕然地指了指旁边正在发酵的面团，那根本不影响。林木鱼直接将饭盒一把盖住，接下来他更是做出了一个让我万万没想到的举动，他竟然直接卷起袖子要帮我和面做面条，甚至不由分说的把我强行推出门外去洗漱。等我端着脸盆走向水池，屋里的林木鱼早就把衬衫袖口一寸寸叠好，他手脚极其麻利，揉起面来更是力道刚劲。不知道为什么，他嘴角甚至忍不住疯狂上扬。可就在这万分温馨的时刻，门外突然传来一声中气十足的呼喊：“小李，昨晚上睡得还行啊？”门房秦大爷叼着烟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2人抬头的瞬间，整个屋子的气氛陡然凝固。林医生，你怎么在这儿？秦大爷惊得连嘴里的烟都差点掉在地上，他死死盯着林木鱼卷起的袖口和手里的面团，眼珠子都快瞪爆。林木鱼尴尬的脚趾都快抠出3室一厅。我只是来看看他有没有受委屈。他慌乱地擦着鼻头的汗水，结结巴巴地解释：“呵呵。”秦大爷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只夸林木鱼做得对，这蹩脚的理由连他自己都觉得脸庞发烫。紧接着，秦大爷扬了扬手里刚割来的艾草，笑眯眯的直言看不得我遭罪，特意送来驱蚊。林木鱼满脸感激，连连道谢。万万没想到，2人正寒暄着，门外猛然间又传来一声无比熟悉的笑骂：“小李，大早上的就抽烟啊！”听到这个声音，林木鱼瞬间如遭雷击般彻底僵在原地，秦大爷则是死死憋着笑，悄悄把脚往门口挪动几分。谁知我前脚刚出去洗漱，干事崔兴见后脚就提着网兜走进了屋。他一眼瞧见站在门边发笑的秦大爷，心里正觉得古怪，紧接着他往屋里一瞥，眼珠子差点直接蹦出来。只见林木鱼卷着袖口，正一脸幽怨的在我的桌前揉面。林医生，你怎么给小李揉面呢？你昨晚该不会是……毕竟林木鱼家离得远，大清早在这和面，他显然怀疑人家昨晚直接睡在了我这。林木鱼顺着他那不怀好意的目光往床铺一瞥，脸蛋疼得一下红透。瞎想什么呢？他羞恼的娇斥出声。然而崔兴见满脸不信，还跟秦大爷疯狂挤眉弄眼。万万没想到，就在这尴尬万分的时刻，外头突然传来一声大嗓门：“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小李厂长邢春来大步流星地跨进门，他顺着2人的目光一瞅，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林医生，你怎么来这儿给小李做早饭了？邢厂长可是对我知根知底，他明明知道我的家属是林家老4，偏偏现在做饭的却是老3林木鱼，这下他是彻底看懵了。林木鱼委屈的直嘟嘴，郁闷的直呼自己已经解释了2遍。与此同时，我刚好洗漱完毕，端着脸盆往回走，路上3、3两两的工友一看到我，轰的一下全散开了，嘴里全是关于我和林医生搞对象的八卦。这群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家伙，
我黑着脸走进屋，刚想跟林木鱼道谢，结果整个人瞬间傻掉。只见长桌旁，邢厂长三人正一脸古怪的冲我直笑，而灶台边的林木鱼看我的眼神更是充满了说不清的幽怨。你们怎么在这儿呢？我心里咯噔一声，硬着头皮打起招呼，谁知这三个老狐狸直接开启了调侃模式。你可有口福？你福分不浅。我赶紧解释这全都是碰巧，还热情邀请他们一起吃早饭。结果邢厂长笑着连连摆手，快步走过来，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他悄默默地递给我一个懂的都懂的眼神，大踏步就往外溜。你可是知道我有家属的啊，这一脸羡慕到底几个意思？紧接着崔新建和秦大爷也纷纷找借口开溜。这三个人显然是特意留下来看我笑话的。看着空荡荡的门口，我无奈地摊开双手。林医生，你看这一大桌我也吃不完，天热存不住，浪费可耻，你帮我解决点吧。我装作没看见他眼底的幽怨，赶忙出声求助。他抿了抿嘴，明明早就饿着肚子，却偏偏装作勉为其难的样子坐了下来。我饿得狼吞虎咽，他赶紧放下碗筷，帮我把馒头撕碎。慢点吃，别噎着了。他眉眼弯弯地看着我，语气温柔到了极点。可就在下一秒，意外陡升，他的膝盖猛然间碰到了我的腿。我压根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从没跟男人有过肢体接触的林木鱼，脸蛋瞬间长成了红布。我正大口吃着早饭，压根没觉得膝盖碰一下有什么大不了。然而林木鱼却像是触电般猛地缩了回去，他那张涨红的脸上闪过一丝慌乱，紧接着赶紧转移了话题。小李，最近厂里要安排人去乡下支医，你想去吗？我当场一愣，毫不犹豫地摇头拒绝。林医生，我昨天才刚来急诊科报道，科室这么缺人，我怎么能走？急诊科以前没你和丁医生不也照样运转？这次去支医，我可是打算把你们俩一起推荐上去。我惊得瞪大眼睛。我俩都走，那急诊科岂不是没人了？不是还有罗大脑袋吗？他完全应付得过来。随后他更是抛出了一个让我无法拒绝的好处。这次支医是7厂8院联合行动，不仅能接触更广的病情，更是积累人脉的绝佳机会。听到这实打实的利益，我果断点头答应，决定回头就去找冯院长申请。半个月后就开始，通知下来你就赶紧申请，这段时间好好准备。林木鱼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可下一秒，他望着我的眼神突然恍惚起来。清晨的阳光洒在桌上，我看着他那张猝然泛红的脸蛋，只觉得气氛有些异样。他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我，一双如水的大眼睛里，竟不知不觉间荡漾起盈盈秋波。随后我赶紧打着饱嗝和他一起出门，在岔道口分别。这顿丰盛的早餐让我浑身充满了干劲。转眼间我溜达到厂医院门口，就在这时，我一眼就瞧见了弯腰锁车的罗大力。哟，罗医生，早啊！我笑着走上前，主动打招呼。罗大力吓了一大跳，纵然心里恨我恨得牙痒痒，明面上也只敢挤出一抹假笑。我盯着他那乌黑的眼袋和满眼的红血丝，故意装作惊讶的模样。你怎么顶着一对熊猫眼？昨晚没睡好啊？他憋着一肚子火，硬邦邦的敷衍，说是看医书看的。我心里顿时一阵冷笑，他昨天惹出那么大乱子，冯院长罚的1万字检讨，估计让他熬到了大半夜。但我偏偏走上前，笑容和煦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罗医生，你可是咱急诊科的顶梁柱，千万别把身子熬坏了。罗大力皮笑肉不笑地道着谢，然而我根本没打算就这么放过他。你到底看的啥艺术啊？借我看看呗，难不成还是什么不传之秘？看着他脸色黑成锅底，我装作恍然大悟，猛地一拍大腿。我懂了，你昨天误诊害怕出事，肯定是回家疯狂补课去了。我也得赶紧去办公室补一补，万一被你落下来就完了。说完我哈哈大笑，直接走开，只留下罗大力在原地气得捏紧拳头，吹胡子瞪眼。紧接着路过的小护士诧异地问他脸色怎么这么难看，他气急败坏地冷哼着走着瞧，把人家小护士吓得死死攥紧了挎包带。随后我心情大好地踏进急诊科办公室，丁雨秋正坐在办公桌后，旁边张胜男、王琴和猪猪3个女人本来聊得火热，谁知一见我进来，她们瞬间鸦雀无声，那频频飘来的古怪眼神看得我无语地直翻白眼。结果整个上午冷清得要命，只有一个脚被擦伤的女工来看病，偏偏就在丁雨秋前脚，刚去上厕所的功夫，3个女人瞬间将我团团围住。听说林医生大清早就在你屋里给你做早饭啊，昨晚你没跟丁医生约会啊？我满头黑线地看着这3个八卦狂魔，没好气地让他们别瞎操心。想不到护士长张胜男死死盯着我，语气凿凿地甩出一句惊人之语：小李医生，你完了，你这可是3角恋。我听得整个人都麻了，苦笑着连连摆手。我还年轻，我还准备考大学呢，根本不考虑感情问题。可是这3个女人根本不吃这一套，叽叽喳喳的非要我从林医生和丁医生之间选一个。万万没想到，就在这要命的时刻，门外突然撞进来一个人，去而复返的丁雨秋满脸诧异的站在门边。你们说啥呢？什么丁医生、李医生的，谁要上大学？外头走廊里突然传来一声大喊：急诊科李医生，有你的电话。丁雨秋立马探出脑袋回应，紧接着急促的拍着门催促我赶紧去接，万一是长途电话可贵得很。我一听赶忙起身跑出办公室。就在我离开的间隙，屋里的丁雨秋却彻底坐不住，他敲着桌子质问刚才背着他到底在嘀咕什么。护士长张胜男笑呵呵的凑过去，直接爆出一个大猛料：丁医生、林医生大清早就在李医生屋里给他做早饭，厂里许多人可都瞧见了。听到这话，
丁雨秋的眼珠子瞬间瞪圆，心脏更是突突突的狂跳起来。要知道林沐雨可是定点原著干部，无论是地位还是美貌，那都是全场高不可攀的存在。他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这种大人物竟然会跑去给我做早饭。可偏偏护士们言之凿凿，连邢厂长和门房秦大爷当时都在场。丁雨秋这下只觉得眼睛一阵发酸，低着头强迫自己看医书，却连半个字都看不进去。与此同时，我刚跑到传达室接起电话，里头就传来二舅哥林卫民的声音：“小李，你的户口已经办下来，直接落户在咱家属院。”我当场震惊的倒吸一口凉气，昨晚才说的是，今天一早手续竟然就办妥，林家这办事效率简直恐怖如斯。中午去后勤科取一趟。林卫民嘱咐我中午去后勤科取一趟，随后就急匆匆挂断电话。从此我也算是真真切切的燕京人士，心里顿时激动万分。紧接着我懂事的给传达室许师傅递去一根烟，许师傅乐呵呵的指着墙上的黑板，叮嘱我以后有什么未接来电都会写在上面。我感激地道谢，满面春风的走回急诊科。然而我前脚刚踏进办公室，就发现气氛诡异到了极点，3个护士聚成一团，看我的眼神处处透着古怪。丁雨秋更是坐在桌前老是偷偷瞄我，一等我看过去，他又慌忙低下脑袋，不敢跟我对视。我被搞得一头雾水，正纳闷这帮人到底怎么回事。丁雨秋犹豫再三，终于深吸一口气，带上钢笔，看样子是准备过来盘问我。万万没想到，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走廊里猛然间传来一声野兽般的咆哮，紧接着一阵沉重杂乱的脚步声猛砸向急诊科。罗大力那张愤怒又憋屈的大脸赫然出现在门口，他上气不接下气的虎着脸，浑身肌肉都在疯狂抽搐。丁雨秋吓得立刻站起来质问他发什么疯，谁知罗大力死死咬着牙关，一根手指哆哆嗦嗦的指着我。就在我以为他要大发雷霆的下一秒，他竟然憋出一个带着哭腔的声音：“李医生，你能不能出来一下？我有事儿问你。”我当场愣在原地，这特没有愤怒，又像是求饶的矛盾表情，到底是怎么长在他那张大脸上的？昨天刚被我当众拆穿误诊的死对头罗大力，偏偏在这个节骨眼指名道姓，要叫我出去单挑。全科室的漂亮女护士瞬间慌神，死死挡在我的办公桌前。谁知下一秒，这家伙竟主动给我递烟点火，红着老脸求我把对象分他一个。昨天他误诊的事情还历历在目，此刻他顶着一张大黑脸，非要叫我出去。丁雨秋和张胜男对视一眼，立刻紧张万分，他们断定这老小子是来找我干架的。罗医生，有啥话你当着大家伙的面说，你想干啥？罗大力脸上一僵，紧接着冒出一头虚汗。难道不是？张胜男更是直接拉着2个小护士挡在我面前，怒目圆睁。王琴和猪猪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直接把我护在身后。王琴，赶紧上楼找冯院长，我看罗医生是真想翻天。万万没想到这句话一出，罗大力当场急得跳脚。哎，别介，我不是找李医生麻烦，我是真有事跟他说。眼看这帮娘子军要暴走，罗大力急忙拦住王琴，求救似的看向我。其实我早就看穿他眼底的心虚。罗医生，你真有事找我，不是打架。我虽然拳头没你大，可招子比你溜。我当然不怵这颗大脑袋，于是笑着拨开身前的护士们，冲丁雨秋点点头。那成吧，咱出去说。李医生。丁雨秋紧张地喊我一声，我满不在乎地摆摆手，带头走出诊室，就在我前脚。刚出门，王琴立马拉着猪猪奔到窗户边往外瞄。丁雨秋和张胜男也火急火燎凑到窗台前，死死盯着我们的背影。丁医生，你说罗大脑袋找李医生到底啥毛腻儿？丁雨秋探出身子，随时准备冲出来救我。然而此时的树荫下，剧情却发生不可思议的反转。我双手插兜看着他，没想到罗大力竟恭敬地从兜里掏出一根大前门递给我。我平静接过烟，对方连火柴都早早凑上前。我吐出一口烟圈，稳稳坐在石头长椅上，就等他放什么连环屁。可这老小子抽半截烟，硬是憋不出一句话。看他忐忑不安地频频偷瞄我，我忍不住打趣：“罗医生，你再不说我可就进去，再叫我出来，每一顿饭你请不来。”这下罗大力彻底急眼，一脚踩灭烟头，结结巴巴开口：“李医生，你是单身不？”听到这话，我一口烟直接喷出来。罗医生，你没事吧？我单身不单身跟你有关系吗？私人问题我拒绝回答。偏偏罗大力一屁股挨着我坐下，死死盯着我。有关系，关系大着呢。你要是结婚，那我就有机会。我满脸疑惑地看着他，谁知他突然像倒豆子一样疯狂输出。我都听说早上林医生去你家给你做早饭，昨晚你还跟丁医生去约会。我求求你，你允我一个对象吧，脚踏两只船，总归是不好。我直接被气笑，这老小子整天脑子里装的都是些什么浆糊？你放屁，罗大脑袋！我啥时候跟丁医生约会？听到这话，罗大力瞬间两眼放光。李医生，你别不承认，昨晚许多人可都看见。现在国家实行一夫一妻制，你行行好，你就占着一个，把另外一个允给我吧，我求求你。我犯得着跟你解释吗？没想到他又立马追问：“那林医生呢？你没跟他搞对象，他去给你做早饭干啥？”我眼神瞬间冷下来。我说罗医生，你要是有精力，就好好提高你的业务水平，而不是在这里操心别人的感情问题。可罗大力彻底不要脸面，低三下四的哀求：“我至今没谈过对象，好不容易遇到2个能入眼的。”
我看着他那油光锃亮的地中海，满脸写着嫌弃，他老脸一红，急忙争辩：“李医生，我还没30呢。”我去，我以为你50。罗大力瞬间人麻如木鸡，我起身拍拍屁股准备走人，结果这木鸡彻底急眼，死死拦住我。小李，你到底是喜欢林医生还是丁医生？你总得给我留一个吧，这2个我都喜欢的不行。这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嘴脸简直让人反胃。我走到他面前，笑着翻翻他的衣领，手指用力戳在他的心口。罗大力，丁玉秋是我的，林木鱼更是我的。我要是知道你骚扰他们，呵呵。话音刚落，我冰冷的眼神直刺他的双眼。罗大力瞬间像触电般打的寒战，猛地低下头，连大气都不敢喘，直到我大步流星的消失在原地，罗大力这才缓过神。这老小子心里的酸水和怒火瞬间如火山般喷发。在我这假清高什么？还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好，好，好，你李向南牛批是吧？丁雨秋我还就看不上，我转头去把林木鱼搞到手，我看你拿什么跟我去争。那头罗大力还在树下气急败坏地踢着石椅，这头诊室里的张胜男几人正叽叽喳喳，疯狂猜测我们到底谈些什么交易。眼看我要走近，丁雨秋赶紧出声驱散这帮八卦的护士。紧接着我大步流星跨进诊室，迎着丁雨秋探寻的目光，我直接开口向他借用自行车。借我用下自行车？你用吧，不过你要去哪儿？有什么事情？他一愣，麻利地掏出钥匙搁在我桌上，眼神里却满是好奇。办点私事。我微微一笑，只说是办点私事，毕竟户口这种牵扯邻家的私密事，自然是越少人知道越安全。偏偏丁雨秋试探着追问，这事是不是跟刚才罗大脑袋找我有关？不是。谁知这话更是勾起护士们的熊熊八卦之心。张胜男笑眯眯地凑上前，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我索性将罗大力那副死皮赖脸的嘴脸抖个底朝天。这罗大脑袋啊，听说林医生给我做顿早饭，急得火烧眉毛，也想求林医生去给他做早饭呢。话音刚落，王琴直接狠狠呸出声，张胜男更是义愤填膺地痛骂这老小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听到这话，丁雨秋终于长舒一口气，紧接着抛出那个困扰他一上午的致命问题：那小李，早上林医生给你做早饭，到底是怎么回事？看着这群竖起耳朵的女人，我知道今天不坦白从宽绝对走不脱。我无奈地摊开手解释，林医生就是顺路帮我带个早饭，刚好碰到我的面在发酵，就随手帮2下。我跟他可是清清白白。万万没想到，此话一出，全场气氛瞬间松弛，众人互相对视一眼，纷纷看向丁雨秋，尤其是丁雨秋，眼底瞬间又燃起希望的光芒。我直接被这帮人的反应逗乐，赶紧趁热打铁表明态度。我坦言自己参加今年的高考，大学没毕业之前绝不考虑感情问题。这下丁雨秋连看我的眼神都变得忐忑又依依不舍。随后上午的班役结束，我立刻跨上自行车直奔301医院。然而此时的我根本不知道，一场命运的巧合正在暗处悄然上演。另一边，林楚乔刚把执医会议文件交给江干事，正准备去后勤处找他二哥林卫民一起吃午饭。就在他下楼的瞬间，我的声音突然从1楼传达室飘出：大爷，请问后勤处在几楼？听到这熟悉的嗓音，他猛地一愣，赶紧躲在楼梯拐角处偷偷探出视线。惊鸿一瞥间，他满眼都是不可思议。李向南怎么跑这儿来？大中午的他找二哥到底要干嘛？谁知下一秒，他就悄悄尾随我来到后勤科门外，房门虚掩着我，挎着包直接向里头的人打听小汪同志。国字脸的小汪立刻满脸堆笑的迎上来，将一个绝密的档案袋递到我手中。你就是李向南，林科长让我中午专门等你，你要的资料都在这。我赶紧递上一根烟，连声道谢。偏偏躲在门外的林楚乔直接看傻眼，他死死皱起眉头，满心都是震撼与疑惑。这个李向南跟自己二哥之间怎么比自己还要熟络？他们到底瞒着他在搞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那个档案袋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我拿到档案袋，紧紧握住小汪的手，连声道谢。小汪满脸堆笑，连连摆手。随后我转身大踏步走出后勤科。就在这时，我根本不知道，一道娇俏的身影正慌乱地躲上2楼，那正是林楚乔。他小心翼翼探出头，正好看到我在给传达室大爷递烟。这一幕偏偏让他惊得目瞪口呆。在他的印象里，我一直是个懒散摆烂又傲慢的泥腿子，可眼前这个阳光自信又圆滑世故的我，瞬间颠覆他的所有认知。他犹豫再三，终究没赶上前，扭头去找林卫民。紧接着我跨上自行车直奔图书馆。半路上我翻开档案袋，里面的白厚户口簿赫然在目，谁知户口竟直接挂在林楚乔的名下，他居然还是户主。这下以后离婚可就省去天大的麻烦，直接迁出就行。有了这本燕京户口，我终于能在这个年代挺直腰杆办事。为此我特意赶来图书馆，正是为半个月后的下乡之役做准备。我必须把脑子里的超前医术与当下的医疗背景融合，否则总不能遇到阑尾炎还喊着上激光手术刀。15分钟后，我啃着刚买的肉包子蹲在图书馆台阶下。就在此时，一道银铃般的笑声突然闯入耳畔。梁慧，咱得抓紧时间看书，那小说可太有趣了。我猛地抬头，正好撞见一个古灵精怪的少女，正蹦蹦跳跳拾阶而上。她长着一张精致瓜子脸，肌肤如雪，2条马尾随着身姿晃动，简直就像个落入凡间的精灵。紧接着身后那个叫梁慧的姑娘，幽怨的埋怨她大中午乱跑，岂料这丫头双手叉腰，理直气壮的回怼：我爸妈就是小说里的大反派，是我斗争的方向。听到这话，我实在没绷住，当场笑喷出声。这一声突兀的大笑瞬间引来2个女孩的怒视。喂，你笑什么？我淡定地咽下包子，故意左右张望一眼。
这儿人这么多，你怎么就确定是我笑的？他瞬间蒙圈，傻乎乎的反驳说：“这儿明明只有我一个。”我立马故作惊悚的压低声音：“不会吧？你看不见这周围不都坐满人吗？”这话一出，梁慧吓得尖叫一声，死死抱住林佑威的胳膊。偏偏林佑威眼尖，一眼瞥见我憋不住的笑意，他这才反应过来被耍，红着脸羞愤大喊：“好啊，你竟然捉弄我们，赶紧道歉！”微风拂过，少女特有的清香扑面而来，让我心中竟生出一丝莫名的悸动。我收起玩笑心思打趣说：“要是他爸妈知道自己成反派，肯定伤心。”谁知他更是气急败坏，骂我一句坏蛋就拉着梁慧往馆里跑。望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我顿觉一阵好笑。下一秒，我拍拍屁股起身，直接大步走向值班台。同志你好，麻烦办张借阅证。说话间，我直接拍出那本新到手的户口簿。林佑威猛地抬头，正好撞见我这一身白衬衫，他竟无语的翻了个白眼，莫名其妙开始嘴硬解释：“干嘛？我妈没收了我的借阅证，我补办一个不行啊？”我张了张嘴没出声，心里却实在觉得这姑娘古灵精怪。紧接着她拉起梁慧就落荒而逃。我交出1毛钱办好证，牢记逾期1天1分钱的罚款，快步踏入1楼阅览室。为了找医学专业书，我只能仰着头死死盯着半空中的品类吊牌。谁知下一秒，我竟直挺挺地撞上一个人。你是不是故意的？你跟着我干嘛？林佑威揉着肩膀，红着脸大声控诉。我满心无奈地摊开手：“不好意思啊，小妹妹，我也在找书，真没跟着你。”岂料他紧咬银牙，死活不信，最后还是被梁慧强行拉走。为了避嫌，我特意跑开好几排书架，直到在最偏僻的角落里，我才翻出一本77版的临床医学注意事项。我赶紧找了个空位坐下，正准备翻看目录，就在这时，对面竟接连坐下来2个人。那个坏蛋肯定找不到咱们了，这人真是过分，上辈子跟咱们有仇似的。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我人直接麻了。我缓缓抬起头，正好跟他四目相对，瞬间林佑威的脸蹭的一下红到脖子根，背后说人坏话，被当场抓包。这2个大院子弟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短暂的忐忑过后，林佑威竟主动拉住闺蜜的手：“都是我说的，你别怨梁慧，我跟你道歉。”看这姑娘敢做敢当，我微微一笑，只说不打紧。随后我草草记下几个书名，起身重回书架寻找目标。我自然不知道，我前脚刚走，这2个丫头就在背后疯狂八卦。她们惊讶地发现，我看的竟是临床医学书籍，甚至还在这猜测我到底是个20出头的大学生，还是志同道合的医学同志。我摒弃了拿一本看一本的笨办法，直接站在书架前快速翻阅，确认有用就夹在腋下。没一会儿，我又抱着2本书坐回原位。对面的林佑威立刻收回视线，乖巧地翻出笔记本准备摘抄。偏偏他在包里翻找半天，最后只能绝望地捅了捅梁慧：“带笔了没？”得到闺蜜否定的答复后，她只能硬着头皮看向我：“你好，能不能借用一下你的钢笔？”此时我刚好记完书名，顺手合上笔帽，直接推了过去：“用吧。”她刚红着脸道谢，就被梁慧狠狠掐了一把：“你这丫头掐我干嘛？周围人都有意见了，没看对面也在看书啊？”我把这话听得一字不落，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气氛刚缓和下来，我突然猛地一拍脑门，我环顾四周找不到时钟，只能急切地看向对面：“同学，几点了？1点过1刻。”听到这个时间，我心里暗叫一声坏了。紧接着，我迅速抓起几本书塞进挎包，头也不回地冲向门口。林佑威神色错愕，失落地看着我离开的方向。他低头刚写下几行字，猛然惊觉手里还握着我的钢笔。下一秒，他合上书本，抓起挎包就往外追。等他气喘吁吁冲到图书馆大门口时，我早就推着自行车窜出车棚。“喂，你的钢笔不要了！”回应他的只有我提醒路人的清脆自行车铃声。转眼间，我的背影就彻底消失在街道尽头。林佑威死死攥着钢笔：“不行，我必须把钢笔还给他。”我当时根本不知道，那个古灵精怪的女孩为了不显得贪便宜，竟然转身杀回了借阅处。她装模作样的翻看别人刚还的书，眼神却死死盯着登记簿偷瞄。借阅老师一把捂住本子，毫不客气的数落：“她是不是看上人家帅气小伙了？”林佑威脸蛋一红，娇嗔一句转身就跑。紧接着他一把抢过梁慧的车钥匙：“红山口肌修厂医院，姓李的医生。”撂下这句，他就跨上自行车，2条大长腿蹬得飞起，满心想着能在半路把我截住。然而此时的我正急着赶回去上班，我站起来死命蹬车，终于赶在1点半前回到了单位急诊科。路过罗大脑袋的诊室，我压根没瞧见他人影。我暗想这小子8成被叫到厂区去了，看来昨天的事情还有不少后遗症。我刚气喘吁吁地踏进2诊室大门，丁雨秋就满眼诧异地盯着挂钟问我怎么才回来。你怎么才回来？我赶紧把车钥匙放在桌上道谢。张胜男立马笑眯眯地从内室凑了出来：“李医生，你可算回来了！你瞧，把我们丁医生一中午给判的。”这话一出，丁雨秋瞬间羞得呼吸急促，我赶忙擦了擦脑门的汗，出声替他解围：“你们丁医生那是盼我回来吗？他明明是心疼自家的自行车。”丁雨秋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外头几个护士却全在摇头叹息。爱情里的女人真笨。就在我们说笑之际，门外突然炸开一阵凄惨高亢的哭喊：“救命啊！医生，救命啊！
救救我孩子！出于职业敏感，我们所有人瞬间全弹了起来。隔壁老许大喊着罗医生，不在赶紧送二诊室。我猛地绕开办公桌就往外冲，丁雨秋和几个护士也全跟着扑向门口。谁知我们刚好和跑来的妇人撞了个满怀，猪猪重重摔在门板上，妇人也跌坐在地，她根本顾不上疼，哭得梨花带雨，拼命把怀里8、9岁的女孩往外推。一看到是个孩子，张胜男的脸色瞬间煞白。要知道我们厂医院根本没有儿科，谁都没治过小孩。妇人惊慌失措地哭喊孩子在家晕倒抽搐，看着不知所措的众人，我果断蹲下身。别慌，就当她是小1号的女工，全听我安排。话音刚落，我直接伸手摸额头、搭脖颈，最后一把扣住小女孩的手腕。10几秒后，我死死盯着她。是高烧惊厥。周围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偏偏就在这时，小女孩猛地翻起白眼，全身剧烈抖动起来。妇人六神无主地惨嚎着元旦的名字。万万没想到，走廊里突然传来崔干事的声音。他一看来人，整张脸瞬间惨白，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这妇人竟然是崔干事的老婆巧凤，这病危的孩子竟是他的女儿，根本来不及安抚崔新建的情绪。我厉声怒吼，全场安静。丁医生去拿安定，张护士准备银针。岂料巧凤突然发出一声极其凄厉的尖叫，他咬舌头了，咬舌头了！千钧一发之际，我毫不犹豫地掰开女孩的小嘴，猛地将大拇指塞了进去，咔嚓一声脆响，小女孩死死咬住我的骨，滔滔鲜血瞬间顺着她的嘴角疯狂溢出。这一幕把猪猪和王晴吓得大哭，丁雨秋和张胜男更是惊得头皮发麻，崔新建犹如被五雷轰顶，呆愣半晌后瞬间泪流满面。我强忍着钻心的剧痛，撕扯着嗓子：注射安定，快！丁雨秋心疼地抹掉眼泪，狠狠一针扎进女孩的胳膊。我顺势一把抱起女孩冲向病床，狂吼着拿银针来。仅仅2分钟后，安定的药效终于发作，小女孩的打颤开始消退，紧绷的肌肉缓缓放松。丁雨秋胡乱擦拭着脸上的泪水，有作用了。看到女孩终于平静下来，所有人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崔新建更是满脸惊魂未定，一双眼睛充满愧疚的死死盯着我，因为此时此刻，我的大拇指还被他闺女小元旦死死咬在嘴里。猪猪拿着纱布根本不忍心看我满是鲜血的手，颤声问我接下来怎么办。我强忍着钻心的剧痛，用另一只手轻轻揉按起孩子紧绷的下巴，直到小女孩的下颚猛然一松，我这才将手指头拔了出来。看着我深可见骨的血红牙印，几个护士心疼的瞬间红了眼眶。丁雨秋抓起酒精棉就想给我止血，却被我一把推开。先不用管我，赶紧把酒精灯点着。听见这话，张胜男立马冲过去点火推车。我强忍着剧痛抽出一枚银针，在酒精灯上飞速消毒，紧接着毫不犹豫地刺入小女孩的人中穴，随后是合谷穴、石宣穴以及少商穴，直到4枚长针稳稳扎下，我这才跌坐在椅子上喘了口粗气。丁医生，每根针旋动2分钟，停2分钟，循环3次。看着猪猪哭着跑过来给我包扎，我咬紧牙关，转头盯向崔新建夫妇。这孩子以前有过惊厥史吗？最近有没有其他症状？以前发烧有过惊厥，但厥没有这么严重。前2天只当是积食咳嗽。崔新建擦着眼泪连连摇头。然而王巧凤抹着眼泪补充的一句话，瞬间让我如坠冰窟。昨天孩子说脑袋痛，不仅吐了好几次，甚至糊涂的把我叫成他奶奶。我脸色骤变，猛地从椅子上弹了起来。高烧惊厥、意识障碍、脑袋剧痛，伴有呕吐，这根本不是感冒，这是脑膜炎。此话一出，全场众人无不骇然失色。崔新建吓得喃喃自语，几个护士更是倒吸一口凉气。我厉声怒吼，立刻命令丁雨秋准备盘尼西林救命。谁知丁雨秋满脸苦涩地告诉我，咱们厂医院根本没有这种药。张胜男急切地提议去找301医院的林医生走程序申请。我一把扯下身上的白大褂，等他们走完程序，人早就没救了。听觉后1个小时是最佳治疗时间。撂下这句话，我命令丁雨秋护住孩子，转身就朝门外狂奔而去。我冲出门才想起没拿自行车钥匙，偏偏就在转身的那一刻，竟然一头撞上了急匆匆赶来的林佑威。我一把死死攥住他的车把，快下来把车给我，我要去301医院救命。林佑威吓得脸色大变，毫不犹豫地把车丢给我。可就在我跨上车的瞬间，他竟然身手敏捷地直接跳上了后座。你快走，我跟你去救人，那地方我熟。我根本来不及多想，站起身死命猛蹬，载着他风驰电掣般冲出厂门。与此同时，301医院的食堂里，后勤科副科长林卫民正拖着卸货累惨的身体，在窗口打饭。打饭的童师傅见他辛苦，特意把最后一大勺洗菜、肉末、茄子全倒进了他的饭盒。林卫民道了声谢，端着饭盒转身去角落里寻摸座位，岂料一转头，他竟然在角落里瞧见了一个极其熟悉的人影。与此同时，吵着要跟我离婚的妻子林楚乔正坐在301医院的食堂角落。我那后勤科副科长的二舅哥林卫民端着饭盒，一脸惊喜地奔了过去。小乔，你怎么在这？宋哥开会文件，等得肚子饿。林楚乔幽怨地抱怨宋哥开会文件等得肚子饿。林卫民松了口气，刚吃2口肉末，就神色古怪地凑了过去。他压低声音问林楚乔，刚才在办公室门外等的时候有没有碰见我？你刚才在办公室门外等的时候有没有碰见李向南？听到我的名字，林楚乔当场愣住。林卫民毫无察觉，自顾自地解释我的户口办下来了，刚让我去拿过材料。谁知这话一出，林楚乔脸色瞬间冰了。你为什么跟他关系这么好，却对我的事情只字不提？
他当场放下筷子质问林卫民，为什么跟我关系这么好，却对我的事情只字不提。林卫民急得满头大汗，连连解释说我们都要离婚了，怕影响他的前途。你们都要离婚了，我怕影响你的前途。这是态度问题。然而林楚乔根本不听，冷冰冰地对了一句：“这是态度问题。”紧接着他话锋一转，问起三姐林木鱼的去向。三姐林木鱼去哪了？去了季修厂医院，因为李向南就分在那儿。林卫民下意识回了句去了季修厂医院，顺嘴就补了一句：“因为我就分在那儿。”没想到这话一出，林楚乔眼眶瞬间红了。你们是不是都背着他跟我来往，搞得我像个外人？他眼泪夺眶而出，哽咽着质问他们是不是都背着他跟我来往，搞得他像个外人。说完根本不给林卫民解释的机会，抹着眼泪抓起饭盒就跑了出去。万万没想到，气呼呼冲出食堂的林楚乔打眼一瞧就彻底傻了眼。就在距离他不远的院墙处，我正满头大汗的猛蹬自行车，而后座上竟然紧紧贴着他最疼爱的小妹林佑薇。那一刻，林楚乔整个人都麻了。二哥三姐跟我关系好就算了，什么时候连自己小妹也跟我坐上一辆自行车了？强烈的酸楚驱使着他鬼使神差的跟了上来。与此同时，小姨子林佑薇正紧张的问：“我们先去哪找人？”我把车往行政楼下一扔，毫不犹豫的直奔后勤科。林佑薇一听要去后勤科，吓得脚步都慢了。她生怕撞见二哥林卫民被告状，可一想到人命关天，咬着牙就往里冲。岂料还没跑2步，她转角一头就撞进了我的怀里。我急切的一把抓住她的手腕，问有没有事。你没事吧？林佑薇脸蛋猝然一红，刚想说话，手腕却猛然一恐。我脑海中飞速盘算，时间根本来不及了，就算去后勤科找人，只怕也耽误功夫。我摆了摆手，转身就朝门诊大楼狂奔。你认识医药科的人吗？哪怕不认识人，难道一条人命他们就能漠视？今天这药，我必须拿到手。我头也不回的怒吼出声，我刚喘2口气，赶紧追着林佑薇的脚步冲出大门。谁知这丫头心急如焚，拉着护士问出医药科在2楼西侧后，急得连方向都搞反。我无奈的摇摇头，抱歉一声，赶紧折返。林佑薇满眼都是焦急，由衷的感叹有我的帮忙，小元旦肯定能转危为安。我根本顾不上回答，一门心思只想赶紧找到目标科室。然而我却万万没想到，此时此刻林楚乔竟然像个幽灵一样跟在我们身后。他躲在楼梯通道的暗处，紧紧皱着眉头，死死盯着我和林佑薇的一举一动。就在这时，林佑薇指着一间忙碌的透明橱窗把我喊住。我抬头一瞧，医药科的牌子竟然被人随便钉在门扉上。我深吸一口气，赶紧凑到窗户前陪着笑脸找科长。紧接着一个瘦高个大步跨出，我赶忙伸手握住他，极力压制着内心的焦急。我把季修厂急诊科小女孩脑膜炎的情况和盘托出，恳求他能让我先拿盘尼西林救命，事后马上补齐申请手续。毕竟小女孩正在危险期，没有抗生素，大脑很可能就彻底烧傻。可谁知我话还没说完，王科长一句话就直接把我毒死。别拿病患吓唬人，医院哪天不死人，规矩就是不能坏。这冷血的话瞬间点燃林佑薇的怒火，她瞪大眼睛，气愤地质问对方配不配当白衣天使，凭什么眼睁睁看着人命不救？而躲在远处的林楚乔更是紧紧抓住门框，胸口一阵剧烈起伏。我赶紧把气呼呼的林佑薇拉到身后，偏偏王科长冷笑一声，满脸讥讽地拿一天死100多人当借口，咬死没有手续绝不给药。我立马伸手挡住暴走的林佑薇，强忍着脾气笑呵呵地问他，到底找谁才能拿药？去找5楼的缪院长。王科长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的弧度，轻飘飘地甩出一句：“去找5楼的缪院长。”这摆明就是故意下绊子欺负人。林佑薇瞬间气得面红耳赤，跺着脚大骂这人故意害我。可我心里清楚，救人才是第一位，生闷气纯属浪费时间。于是拉起他直奔5楼。与此同时，暗处的林楚乔默默捏紧手心，眼神越发复杂。转眼间，我们已经冲到缪院长办公室门口，正赶上秘书小王抱着文件夹出门，当场就要拿身体挡住我们。林佑薇本就憋着一肚子火，扁着嘴就是一顿狂轰乱炸，眼看秘书就要发作，屋里突然传来一道威严的声音，直接让我们进去。一进门，缪院长笑眯眯地打量着我们，竟然随口打趣：“林佑薇是不是我对象？”听到这话，林佑薇脸颊瞬间憋得通红，出奇的没有反驳半句。可我哪有心思管这些，赶紧把小元旦惊厥抽搐的事情原本说上一遍。我恳求他通融一次，先拿药保住小女孩的命。结果缪院长深深看我一眼，突然质问我为了一个陌生病患逾越规矩，值不值得？我直视他的眼睛，斩钉截铁地告诉他这是一条人命。万万没想到，下一秒缪院长的脸色猛然一沉：“小伙子，如果我说我不能帮你呢？”这句话犹如一盆冷水当头浇下，一旁的林佑薇当场炸毛，指着缪院长的鼻子就开骂。谁知这丫头脾气火爆到了极点，她猛地指着缪院长的鼻子破口大骂，直言对方连救死扶伤的天职都忘了，根本不配当院长。这番连珠炮般的数落，瞬间让身居高位的缪院长咬紧牙关，整张脸干大的阵阵发烫，眼看场面就要彻底失控，我赶紧一把将他死死按回沙发。可这丫头还在气头上拼命挣扎，我万般无奈，只能一把紧紧握住她的双手，重重地点头，示意她冷静。然而没想到刚才还张牙舞爪的林佑薇，被我握住双手后，竟然瞬间涨红了脸，慌乱地低下了脑袋。
紧接着，我根本顾不上体会他的异样，转身直视缪院长的眼睛。我斩钉截铁地抛出底牌，直言规矩是死的，但人是活的。若是遇到人命关天的急事，还要照本宣科搞教条主义，绝对是对生命的极大亵渎。这番掷地有声的话语，瞬间让缪院长猛地瞪大双眼，他满脸不可思议地重新审视着我，仿佛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久久回味。就在这时，我笑着站起身，笃定他其实还有后半句。话没说完，一旁的林佑威跟着站起，那双水灵灵的眼睛死死盯着我的侧脸，眼神里竟透着无法掩饰的崇拜。结果下一秒，缪院长突然放声大笑，他刷的私下写好批条的笔记本，坦言原本还想考我，没想到我的格局让他大受震撼，这要他直接批了。林佑威瞬间爆发出欢喜的惊呼，小脸激动的红扑扑的。我双手接过这张救命的纸条，心里悬着的大石头终于落地。就在临走前，缪院长走上前来，紧紧握住我的手，随口打听我的名字。我叫李向南。岂料这3个字一出，缪院长和林佑威竟然异口同声地发出一声惊呼，两人犹如被点了穴一般，满脸惊愕地愣在原地。我此刻满脑子都是拿药救命，哪有功夫揣摩他们的反应？眼看林佑威还傻呆呆地杵在门边，我直接一把拽住他的手腕，扯出门外。就在奔向楼梯口的瞬间，走廊尽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侧头瞥去，一抹极其熟悉的身影在拐角处悄然而逝。我猛地一愣，心里不禁泛起一丝狐疑。可此时的林佑威却直勾勾地盯着我，连挣脱手腕的动作都变得迟缓，眼神里竟透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他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个让他心跳加速的男人，竟然就是自己的亲姐夫。我哪有心思管他高不高兴，一把拍在他的肩膀上，带着他就往楼下狂奔。与此同时，吃饱喝足的林卫民正叼着牙签在办公楼底下溜达，他刚刚还在琢磨怎么化解家里的矛盾，结果一转头就看到我和林佑威火急火燎地从门诊部后门冲出，眼看我俩一个跨上自行车，一个跳上后座扬长而去。这离奇的一幕差点把林卫民的下巴惊碎，他猛地将烟头一砸，狂奔下台阶，扯着嗓子拼命大喊。可偏偏此时我正站起身拼了命的蹬车，急切的想要逃离现场，哪怕他连喊3、4声，我们的身影还是如同离弦之箭般消失在尽头。林卫民当场石化，双手叉腰望着我们消失的方向，彻底怀疑人生。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转身准备上楼的瞬间，身后竟然诡异的站着满脸幽怨的林楚乔，他冷冰冰的抱着胳膊，毫不留情的嘲讽自己可是看了一出极为精彩的大戏。林卫民顿时头皮发麻，赶紧举起双手发誓自己绝对不知情，试探着打听我们到底来干什么。万万没想到，下一秒林楚乔的眼神瞬间变得无比凌厉，他竟然破天荒地搬出我刚才的那番长篇大论，对着自己的二哥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痛骂，怒斥医院照本宣科、教条主义。林卫民被骂得一头雾水，直到林楚乔冷冷地甩出最后的底牌。那个男人跑来是为了给一个小女孩求救命的盘尼西林。听到这4个字，林卫民的呼吸猛地一阵急促。此时的林卫民长舒一口气，猛地反应过来，盘尼西林可是极其难得的抗生素，他甚至还在纳闷我到底能找谁去通融。结果林楚乔直接冷哼一声，毫不留情地戳破真相。原来我压根就没上楼找他，眼看医药科不肯坏规矩，我竟然直接杀过去拿下了院长。听到这话，林卫民不怒反喜，哈哈大笑，直呼这就是我的个性。可紧接着，他猛地意识到不对劲，赶忙打听林佑威为什么会跟我搅和在一起。谁知林楚乔满眼不耐烦，冷冷丢下一句，让他自己回去问。跨上自行车扬长而去，看着妹妹远去的背影，林卫民捏着眉头苦笑。老三林木鱼天天往机修厂跑，小妹林佑威竟然也跟我搭上关系。如今连林楚乔这个原配似乎都不愿意放手，他忍不住连连摇头，直呼林家。这下可是彻底热闹起来。与此同时，301医院的会议室里早已坐满各个科室的专家，可偏偏坐在主位上的缪院长对周围的嘈杂置若罔闻，他死死盯着笔记本上刚刚记下的我那2句改革建议，心里犹如掀起惊涛骇浪。我竟然产生一种强烈的预感，我这个小厂医生的格局和见解绝对远超他这个大院长。想到这里，他猛地招手叫来秘书小汪，紧接着他压低声音下达死命令，立刻给机修厂打电话，务必把林木鱼给叫回来。而另一边，我正骑着自行车，带着林佑威在马路上疯狂飞驰。刚冲进厂区大门，门房秦大爷猛地瞪大双眼，手里的报纸差点掉在地上。他看着我后座上貌美如花的林佑威，眼珠子都快惊掉，直咂嘴感叹我这艳福简直绝顶。我哪顾得上这些，伴随着一声刺耳的刹车，我跳下车直奔急诊室。刚走2步，我突然回头，竟发现林佑威满脸通红的捂着屁股。我赶紧上前询问他究竟伤到哪里，他瞬间红到脖子根，连连摆手，说是我骑得太快颠痛身体。我急着救人，赶忙打听他的名字，道了声谢，转身就跑。我叫林佑威。背后传来他娇俏的回应，紧接着还举起粉拳为我打气。我一把将装药的挎包死死捂在心口，大步流星地踏入大厅。刚冲上台阶，我就看到崔干事正颓然地坐在楼梯口偷偷抹眼泪。看到我的瞬间，他犹如弹簧般猛地蹦起，浑身发抖地迎上前。没等他开口探问，我直接扬起挎包，轻松一笑，拿到了。这3个字一出，崔干事的嘴唇剧烈颤抖，
滚烫的眼泪瞬间决堤。我一把揽住他的肩膀，带着他大步踏入急诊2室。刚一进门，病床前围着的所有人瞬间齐刷刷地望向我。当听到崔干事激动地宣布好消息的那一刻，整个急诊室彻底沸腾，几个小护士更是当场抱在一起，嚎啕大哭。我顾不上寒暄，一把将挎包塞给丁雨秋，死死叮嘱他盘尼西林的用量和观察事项。丁雨秋红着眼眶重重点头，转身就去给小元旦做皮试。直到此时，我才走到水池边狠狠洗了把脸。猪猪赶紧递上毛巾，眼神里全是掩饰不住的崇敬。旁边的王巧凤更是死死抓着衣角，红着眼眶直呼：“我是个大好人。”我接过水杯喝下一大口，走过去重重拍打崔干事的肩膀。哈，有我在呢。这4个字一出，崔干事瞬间哽咽的说不出话。短短几分钟的皮试顺利通过，丁雨秋毫不犹豫地将盘尼西林推入小女孩的身体。10几分钟的时间里，整个急诊室安静的落针可闻，所有人连大气都不敢喘。突然，病床上的小身体猛地动弹一下，紧接着，小元旦竟然缓缓睁开双眼，虚弱地喊着爸爸妈妈。这一刻，王巧凤再也绷不住情绪，放声撕心裂肺的哭喊出来。扑通一声巨响，崔干事竟然猛地砸在地上，拉着老婆对着我就是一阵砰砰磕头。我吓得浑身一激灵，拼命拽着他们起身，整个科室瞬间温情涌动。而此时此刻，林佑威正悄悄站在窗外的花坛上，死死盯着屋里这震撼人心的一幕。就在这时，身处急诊室的我根本不知道，门外正上演着极其反差的一幕。原本娇蛮的林佑威此刻竟然感动得捂住嘴巴嘤嘤哭泣，偏偏下一秒，他的脑袋就被人狠狠弹了一下。林佑威猛地回过头，竟然看到三姐林木鱼正满脸惊愕地瞪着自己。还没等林木鱼开口，林佑威便抽泣着直呼：“刚才跟着我救下了一条人命。”听到这话，林木鱼满心疑惑地拉起妹妹的手，非要问个究竟。结果林佑威一把将她拽上花坛，指着急诊2室的方向直跺脚。此时顺着手指的方向，林木鱼竟然真真切切地看到崔干事夫妻俩正跪在地上死死拽着我不放，而病床上那个小女孩真的奇迹般地睁开了大眼睛。这一幕带来的巨大冲击力，瞬间让林木鱼倒吸一口凉气。他昨天才亲眼目睹我展露那颗绝技，没想到我今天连儿科急救都能完美拿下，这哪里还是林家人嘴里那个只会游手好闲的乡下郎中？怀揣着满腹震惊，林木鱼一把拉着妹妹坐到石椅上，疯狂追问细节。紧接着林佑威便将小女孩突发脑膜炎、急需盘尼西林的事情全盘托出，他更是毫不掩饰地夸赞我为了抢时间，直接杀向大医院求药的果断。林木鱼听完猛地惊呼出声，毕竟盘尼西林可是如今各大医院争抢的紧俏货。谁知林佑威得意地晃着马尾辫，直言我们俩不仅拿到了药，更是在遭到医药科阻拦时由我出马，直接硬刚了他们院长。竟然连院长都敢找，林木鱼震惊的咂舌不已。然而林佑威却气鼓鼓的吐槽，要不是我当场甩出一番硬核言论，那个打官腔的院长根本不可能放行。不仅如此，他更是满眼崇拜的描述我竟然当面教导院长怎么建立急救用药的双套审批机制。这番话瞬间让林木鱼脑补出我在院长办公室据理力争的霸气画面，他不仅忍俊不禁，更是深感这确实是我的一贯作风。紧接着林佑威忍不住伸手戳了戳姐姐，满脸娇嗔的为我打抱不平。他死活想不通，明明我不仅医术高超且医德高尚，偏偏在林家人口中就成了不堪入目的存在。看他这副义愤填膺的模样，林木鱼眯起眼睛一声轻笑，直接调侃他居然如此维护自己的准姐夫。一听这话，林佑威瞬间窘得红透脸颊，支支吾吾的表示自己也是后来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可当林木鱼满眼八卦的追问我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心虚的林佑威立马话锋一转，他死咬着林家人就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更是坚称我比大院里那些纨绔子弟不知道要高上多少倍。看着妹妹骄傲挺起胸膛的模样，林木鱼更加好奇我们的相识过程。谁知林佑威仿佛触电般猛地站起身，借口同学还在等他还车，转身就要溜。就在两人疯狂拉扯之际，传达室的许师傅突然扯着嗓子大喊：“林木鱼接电话！”林木鱼只好拍着妹妹的肩膀，叮嘱她千万别走，转身匆匆奔向门厅。然而林佑威怎么可能乖乖听话？他吐着舌头偷笑一声，恋恋不舍地回头看了一眼我的方向，跨上自行车就窜了出去。万万没想到，这通电话竟然是缪志杰院长亲自打来的。林木鱼挂断电话后，眉头紧锁，根本想不通院长找他究竟为了什么。等他谢过许师傅冲下台阶，外面哪里还有那个古灵精怪的丫头？他气得直跺脚，却也来不及去急诊室找我问个明白，只能匆忙开了车锁，直奔301医院。可是这车还没骑出去多远，满腹心事的林木鱼差点失控撞上从路边突然窜出来的黑影，伴随着一声刺耳的刹车声，自行车猛地停在大树前，地面上赫然划出一道深深的轮胎印。惊魂未定的林木鱼刚要开口怒骂，一抬头却对上了罗大力那张极其猥琐的胖脸。偏偏这罗大力不知死活的一把死死攥住车把，满脸堆笑的跟他搭讪。本身就对他毫无好感的林木鱼瞬间气得脸色发白，厉声呵斥让他滚开。见林木鱼扬言要喊人，罗大力这才慌忙松开手。可就在林木鱼冷着脸准备推车离开时，这货竟然再次张开双臂挡住去路，舔着大脸死活声称真有急事找他。谁能想到，就在我拼尽全力把小女孩从鬼门关拉回来时，厂医院外竟然正上演着一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闹剧。罗大力死皮赖脸地挡住林木鱼，迫不及待地掏出2张极其难搞的刘三姐电影票。然而林木鱼满眼厌恶，连敷衍都嫌多余，当场撂下狠话，再纠缠就直接叫保卫科抓人。
结果这罗大力贼心不死，满怀期待的追问何时有空。林木鱼猛地跨上自行车，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直言如果是他这辈子都永远没空。这下罗大力的脸彻底僵住，眼睁睁看着女神飘然远去，紧接着竟然气急败坏的跺脚大骂，非要把这口大黑锅死死扣在我头上。他暗自咬牙切齿，疯狂脑补林木鱼绝对是被我给迷住了，偏偏下一秒又极其变态的开始自我意，认定只要将来搞到手，这种专一的女人必定对他死心塌地。与此同时，待在急诊室里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平白无故成了情敌。就在这时，丁玉秋盯着手里的温度计，满脸激动地向我汇报小元旦的体温已经彻底降到了正常的36度。我立刻放下笔，走到病床前，伸手摸了摸小女孩冰凉的额头，心底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小元旦睁着大眼睛，稚嫩的童音满是真诚，直呼我是救命恩人，还要好好报答我。我忍不住揉了揉他的小脑袋，笑着叮嘱他必须好好吃饭睡觉才能长身体。一旁的崔兴建眼眶通红，满脸感激的非要塞枕巾给我。虽然厂医院是工人的福利单位，但盘尼西林极其珍贵，我当然不可能擅自免单。我刷开好药单，明确告诉他一支要4块5，明天可能还得继续交费。崔兴建连眉头都没皱一下，攥着单子转身就往收费处跑。没想到危机刚解除一半，一个极其棘手的难题猛然砸在面前。7、8年的厂医院根本没有儿科，小元旦的静默观察期完全无处安放。我揉了揉酸胀的眉心，灵机一动，提出去妇产科借张病床。岂料话音刚落，丁雨秋瞬间脸色惨白，看我的眼神仿佛见到了鬼。紧接着张胜男更是丢下泄压剂，满脸惊恐地冲过来质问，到底知不知道妇产科梁主任是什么狠角色？就在我满头雾水时，刚交完费的崔兴建急匆匆冲进来，死死攥住我的手，拼命摇头。他竟然宁愿女儿没地方住，也绝不能眼睁睁看着我被那个风评极差的梁主任给潜规则。听着他们把梁主任描述成一个离异带，俩娃还能把男人迷得走不动道的极品狐狸精，我简直哭笑不得，连连摆手表示光天化日之下绝不可能出事。结果我的话根本没人信，丁雨秋更是直接踩着平底鞋气势汹汹地冲到门口，眼神透着危险的光芒，放话必须亲自贴身护驾。随后在我上3楼的路上，丁雨秋就像个护犊子的怨妇，悄咪咪地在楼道里疯狂给我做心理建设。他反复警告梁主任极其擅长对付男人，一旦陷进去，我这辈子绝对名声扫地。被他这么一通疯狂洗脑，我心底竟然也莫名发虚，甚至偷偷抹了把冷汗，暗自发誓一定要守住本心。谁知刚踏上3楼接诊台，2个小护士猛地站起身，目光极其古怪地在我身上来回打转。偏偏在护士领我们去办公室的路上，旁边路过的人竟然肆无忌惮地盯着我窃窃私语，甚至满眼放光地八卦着我和林医生的绯闻。万万没想到，我为了救人刚踏进妇产科，迎面撞上的竟是一盆惊天大狗血。周围那群小护士肆无忌惮地盯着我，嘴里竟然疯狂八卦着我和林木鱼昨晚睡在一起的离谱传闻。听到这些虎狼之词，我整个人都麻了。谁知这还只是个开始。紧接着我们走到走廊深处的主任办公室，里头突然传出一声宛如百灵鸟般极其年轻的嗓音。我跟在丁雨秋身后走进去，然而抬头的瞬间，我竟被眼前的画面狠狠镇住了。丁雨秋满脸堆笑地向对方介绍我是新来的医生，与此同时，一双柔弱无骨的纤纤玉手直接伸到了我面前。我礼貌地握住那只手，岂料目光一扫，心底猛地掀起惊涛骇浪。眼前这位传说中吸人精血的梁妹，梁主任皮肤娇嫩的宛如20出头的少女，偏偏那双丹凤眼又透着熟透的勾人光泽。更要命的是，白大褂根本掩不住她那极其爆炸的傲人身材。我把这辈子见过的女人在脑海里疯狂过了一遍，结果竟然得出一个极其恐怖的结论：哪怕是高冷女神林木鱼，在她面前居然也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这下我彻底明白了，难怪她会被外界传成吃人不吐骨头的斩男主人。正当我在心底暗自警惕时，局势骤然突变。刚才还跟丁雨秋有说有笑的梁妹，一听到要接收小元旦的请求，一张绝美的脸蛋瞬间结了冰。她冷冷地甩出3条铁律，不仅直言妇产科从无接收儿童的先例，更是毫不留情地点破着，根本就是一个极可能惹祸上身的巨大麻烦。万一出事，谁都担不起这个责。听到这番滴水不漏的拒绝，丁雨秋满脸尴尬地站起身，满眼失望地准备离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一把死死拉住丁雨秋的胳膊，直接向梁妹提出我要单独跟她谈谈。听到我的要求，梁妹诧异地挑了挑眉，竟然破天荒地表示愿意给我一个机会。这下丁雨秋彻底慌了，吓得连连摆手。偏偏我直接微笑着将她推出了门。下一秒，梁妹风情万种地伸了的懒腰，竟然轻飘飘地丢出一句把门关上。我头皮一阵发麻，硬着头皮把门反锁。独留门外的丁雨秋在风中凌乱。谁知门刚关上，梁妹反而饶有兴致地打量起我，一口道破我昨天硬刚罗大力和今天林木鱼上门做饭的底细。紧接着，她端着茶杯走到我面前，身子往后一靠，竟猝不及防地翘起了2郎腿。白大褂下竟然藏着开叉到大腿的旗袍，那一瞬间大片白腻，狠狠撞进我的视线。我猛地倒吸一口凉气，赶紧把目光硬生生移开。万万没想到，正是这一个避嫌的动作，让梁妹眼底闪过一丝满意的笑意。直到这一刻，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她刚才根本不是在勾引我，而是在极其高明的试探我的人品。我原本还悬在嗓子眼的心总算落了地，彻底明白外界那些不堪入目的传闻，绝对是某些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烂人恶意造谣。我深吸一口气，迎着她审视的目光，不卑不亢地开了口：梁主任，接纳小元旦绝不是我个人的头脑发热，
我紧紧盯着对面的梁妹，直接抛出了第一张底牌。这不仅是那孩子脑膜炎脱离危险期后的迫切需求，更是整个急诊科为了杜绝隐患做出的一致决定。听完这话，梁妹目光如水，连一丝波澜都没有。紧接着，我马上抛出第二层逻辑：就算小元旦已经7、8岁了，可妇产科手握海量的新生儿救治经验，照葫芦画瓢来照顾一个大几号的孩子，绝对游刃有余。这番话一出，梁妹终于点了点头。然而，她的神色依旧平静的让人捉摸不透。就在这时，我深吸一口气，猛然砸下了一块极其诱人的巨大画笔。梁主任，咱机修厂可是整整2万人的大厂。我越说思维越发清晰，语速也不自觉的加快。算上家属，这可是足5万人的庞大体量，其中老弱妇孺更是数不胜数。既然现有的科室早就撑不住了，我们为什么不借着小元旦这个绝佳的契机，直接向上头申请新建儿科？甚至这份提议报告可以由我来全盘代笔，但最终拿去邀功的牵头署名必须是您梁主任。此话一出，梁妹那双勾人的眼眸里瞬间爆出一团异彩，整个身子更是按捺不住的往前凑了凑。看到她终于动心，我毫不犹豫的继续趁热打铁，从301医院的扩建一路说到隔壁红星牙钢厂的医疗资源改革，我直接给她描绘了一幅极其宏伟的蓝图。只要这事儿我们抢在前头把儿科建起来，把厂医院发展成辐射周边的先锋医院，一旦儿童医院的招牌彻底打响，她梁妹就是板上钉钉的第一任正院长。听到这个极其狂妄却又无比清晰的规划，梁妹猛地倒吸一口凉气，她死死盯着我，剧烈起伏的胸膛彻底暴露了她内心的骇然。趁着他还在消化这巨大的利益冲击，我端起茶杯掩饰住内心的波澜，随即将急诊科改革的计划死死压回肚子里。眼看他就差临门一脚，我直接祭出了最后一张底牌。梁主任，您自己也是一位母亲。我直视着他的眼睛，声音不大却字字诛心。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出了意外，却因为附近医院没有儿科而耽误了抢救，您设身处地想一想，会不会感到痛心？正因为我们自己淋过雨，所以才更想为别人撑起这把伞。话音刚落，这番话宛如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了梁妹的心坎上。她呆呆地品味着这句话，眼眶竟肉眼可见地红了。这震耳欲聋的沉默足足持续了良久。她突然抬手抹去眼角的泪水，笑靥如花地朝我伸出手，不仅一口答应了我的请求，更是连连惊叹我是个难得的人才。我微微一笑，轻轻拍了拍她柔弱无骨的手背，转身直接拉开了办公室的大门。